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饭场戴老板和华尔街见闻联合出品的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戴老板。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老师。郭磊老师呢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也是宏观研究领域的大神。在2017年，他获得了新财富宏观研究领域的第1名。郭磊老师对宏观周期的拐点的判断非常准确，让他在投资界享有盛名。这位外先不请，这位郭老师，这边请。这边你上班地方近吗？赶紧接着咱2条地方。哦。这边先停吗？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跟郭磊老师坐在了一起，就近期的一些热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戴老板久仰，也经常看您的公众号。华尔街见闻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郭老师，我经常读郭老师写的宏观报告。其实今年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对宏观问题的讨论比较多，尤其是消费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讲消费降级的话题，您对消费降级的话题是怎么看的呢？我是不怎么相信消费降级这样一个概念的。无论我们看消费的一个支出结构，还是看类似于像烟、酒、汽车、电子产品在高中低档之间的这样一个演变，整体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包括我们看网民他从关注一些中低端的自媒体号到看戴老板，这中间也是一个消费升级。那么为什么今年会有消费降级这样一个印象呢？我们觉得主要是因为消费是一个周期性过程。今年的话，名义 GDP 的话是在回落的，伴随着名义 GDP 的回落，消费整体是有一定的收缩的，而且其中一些高档产品，比如像高档白酒，比如像高档服装，然后像化妆品，它的一个收缩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所以才会有消费降级的这样一个提法。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周期性过程。哦，也就是说是周期问题，而不是降级问题，对吧？是的，万事皆周期。那现在其实大家对消费结构的有一些认识的话，也并不限于这个消费降级这样一个话题。大家都会觉得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消费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那么您觉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对中国的消费结构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显著的。比如中国的一个婴儿潮的一个主流人群，80到87年的出生的年轻人，然后当这一部分人在25到28岁的时候，他会面临着买房置业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会看到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像家电、家具、汽车都会有一个爆发。那么现在这一部分人群的话，进入中年，进入35到38岁，那么相关的一些消费产品，比如像教育、医疗健康，比如像这个旅游，它可能都随之有一个被动的一个上升。所以我们提消费的话，我觉得本质上的话是一个代际更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有时候会用一个词的话叫 W 型，就是一代人就像海浪一样被推着往前走。2017年，郭老师提出了朱格拉周期启动和工程师红利的理论。那么在今年这样一个对宏观经济比较悲观的一个环境下，这2个理论还成立吗？这一轮周期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它的一个私人资本开支，然后包括设备的一个利用率的话，都到了一个低位。那个点的话，就是我们提出来朱格拉周期的一个启动点。而且当时一系列的经济现象的话，应该基本上都是符合的。但后来各个经济体它不同的一个政策导向，导致路径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像美国，它是比较符合这一轮朱格拉周期上升期的这样一个特征，整个16年、17年、18年、19年，甚至有可能包括20年，它整个处在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上升期。而中国借用经济复苏的一个时间的话，启动了一轮供给收缩，像我们去产能环保以及金融去杠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相当于用结构调整去替换了周期性的一个上升。所以中国这一轮比较典型的周期回升期的话，应该是2年时间。后面的话，整个经济调整的一个迹象的话非常明显。
郭老师，您对工程师红利也非常重视，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工程师红利？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过去10年我们大概培养了7000万的大学毕业生，然后500万的研究生，整个归国留学人员的话是数目众多，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才的一个积累，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它会带来在技术上以及在整个人才梯队上这样一个效率的一个爆发。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人才队伍，这样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红利，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工程师红利。它对于未来中国10到15年的一个经济的话，应该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得当，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红利的话，转变为踏踏实实的真正的一个技术进步和这个产业升级，那么中国未来10到15年的话，整个经济会有一个新的阶段。郭老师今年下半年研究政策比较多，在一篇报告中，您提出了今年政策变化的3个阶段，同时也提出了后面会有扩内需的政策来出台。那么您觉得现在这些减税的政策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提振内需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无论是财政支出的一个修复啊，基建的一个适度的扩张，还是说我们企业税的一个减税，都可以去激发整个微观经济体的一个活力，对经济的话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作用。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轮从周期性的一个力量来看的话，目前我们一则是出口在高位。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房地产新开工在高位，也就是后续我们的经济大概率会面对着整个出口系和地产系的一个放缓。这2块的一个放缓的话，可能是财政的扩张不完全能够弥补的，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的话，在财政政策起到一定支撑的同时，还是会有一个逐级放缓的这样一个特征出现的。刚才谈了这么多宏观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再聊一聊关于宏观研究的这样一个领域。我记得之前郭老师写过一个段子，是讲卖方像是掏枪打鸟的人，因为隔得太远，所以都打不中。是的，我是觉得市场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有效性的，所以预测能做的事情的话，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对错参半的。而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我们能做的无非是第一，把相关的一个材料的话做到尽可能的一个详实和准确；第二，逻辑的一个梳理的话，尽量的客观、真实，以及抓住主要矛盾。但即便如此的话，我觉得我们的预测，包括特别是宏观预测，在很多时候的话，也是会面临这种非常强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比如是说，如果我们本来有5个选择制，现在我经过理性的一个分析，认为其中有3项的话是不合逻辑的，是无效的一个区间，那么至少我就会从一个5选1变成一个2选1了。这么多年，包括华尔街的一个历史，包括中国金融的一个历史，其实也证明了这样一个研究的有效性，就是研究创造价值。宏观研究是您理想的职业吗？就像刚才说预测一样，人生不可测。然后最早的时候的话，我其实也没想到能够做卖方分析师。最早大学毕业之后的博士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的话，其实也不是做卖方研究，但是可能是因为博士出身吧，所以一直还是希望能够学有所用。所以这样的一个驱动的话，也是让我来到了卖方这一块。最早其实选择的方向的话，也不是宏观。只不过是慢慢的在做这一行的过程中的话，也是越来越觉得它有一个魅力所在，所以可能是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个逐渐越来越喜欢的一个过程吧。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宏观研究者之一，您欣赏或推崇的中国或海外的经济学家有哪些呢？理由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国内投行系的经济学家，包括学院派的经济学家，然后优秀的人非常多。如果说研究的这样一个风格，我可能比较喜欢宋国清老师。然后前些年的话，他在整个资本市场的话，应该还是非常的受关注的。因为主要的话，我个人的一个理解，他的一个研究的话，公知化的痕迹非常的淡。在他眼中，很多数据的话就是数据，然后就是一个技术过程。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的话，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研究的一个纯粹性。海外的经济学家，您最推崇哪一位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未来危机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就提一个人，就是澳派的有一位学者叫罗斯巴德，他的一个代表作《美国大萧条》。这个人我觉得比较牛的一点的话是，每次危机的时候的话，他的书基本上都会重印和大卖，也就是说，基本上每一次大家回到历史的原点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这位智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书的话，其实他写出来并不是速朽的，我觉得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除了读书和做研究之外，顾老师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其实我本质上我觉得是一个兴趣比较广泛的人。像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听摇滚，然后基本上各种磁带啊，各种这个打孔碟。后来像我喜欢《红楼梦》，我家里的书架上可能都有几百本红学的书。然后后来的话，喜欢电影，像我当时可能整个电影的话找的比学校的影协的话还要全。但是这2年的话，我觉得在金融市场上的话，还是没有太多的个人的这样一个时间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能说唯一能称得上爱好的话，就是在飞机时间，就是在飞机上被迫要关机的时候，能够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看一看喜欢的电影，偶尔翻几页书，我觉得这是唯一的有个人色彩的一点东西了吧。摇滚、红学、电影，这听起来都像是文艺青年喜欢的东西。那么您觉得喜欢文艺的青年和擅长逻辑的青年，哪一个更能做好投资呢？每个人的知识结构的话，其实不尽相同。我个人的爱好的话比较人文一些，但是那么多年的学院派教育，我也上了很多的数学课和经济学课，所以我的左脑的话还是足够的理性的。平常有太多时间沉浸在数据和逻辑推理里面，所以稍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跳出来。所以很多可能是整个兴趣全部是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些朋友，他们的整个感觉的话可能会比较纯粹一些，而我们这样一些人，我觉得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一个丰富性可能更有知觉吧。我们这个课的名字叫做大师课。那么顾老师，您心目中的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呢？我理解的大师啊，或者是专家啊，其实无非是把一个问题做到极致。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我的理想。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理想的话，是让宏观江湖的话重现一种工匠精神。其实这一点的话，也一直是我希望能够靠近的一个目标，就是保留这种手工操作的一个工匠精神。所以我理解的大师课的话，就是和大家分享机智、专注做事情的一些个人经验，并把这种个人经验的话变为普世的，向更多的人去做一个分享。华尔街见闻做的这样一个大师课的形式是一天一人一个主题，您对这样的形式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呢？我觉得首先是框架。每个人的话，其实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关于经济、关于金融、关于投资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的话，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体系化的分享。其次呢，我觉得每个人在整个研究或者投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心得，或者我们叫心法。这样的一个心法的话，分享出来，可能会是一个和大家的话取长补短，然后共同进步的一件事情。好，非常感谢顾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希望下次再有机会我们能够一起再聊一些很热门的话题。好，谢谢顾老师。我也很期待下次，谢谢大家。华尔街见闻大师课的用户们，你们好，我是郭磊。我主讲的寻找位置感宏观研究方法详解即将登陆华尔街见闻 APP， 欢迎订阅，期待我们在方法论和观点上的碰撞。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大道至简，我相信，好的武功秘籍的话，一定不会像砖头一样厚。同样，好的宏观研究方法论的话，一定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在这里也会尽量讲的简洁明快。首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研究是做什么的？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3类人的话都会做宏观研究，一类的话来自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另外一类的话来自于政策性咨询机构。那么第3类人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一类人，来自于金融机构。前2类宏观研究者，他们其实更多的关注的是这个世界的应然性，就是说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研究，说到底更多的关注的是实然性，就是说这个世界实际上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的区别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就像我今天的发型，在我自己心目中的话，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然的，但是造型师告诉我说，应该把它分开，这样显得年轻一些。所以我就沿着他的这样一个思路去走。同样，像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房价问题，我们潜意识里都会有一个理想化的一个标准，比如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当然，如果是房价真的符合房价收入比的话，它会是最佳的一个状态，所谓花好月圆。但实际上，在现实过程中，我们必须会沿着约束条件去考虑问题，沿着整个约束条件走下去。而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就会很容易导致研究的公知化，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化。我的一个理解，它是宏观经济分析最大的一个陷阱，它很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分析陷入清谈。清谈这个词起源于东汉和魏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习惯，它的一个好处是它很容易让话题变得深刻。比如我们看魏晋名士谈哲学，看竹林七贤谈玄学，到现在看来还会觉得醍醐灌顶。但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会导致我们有时候会偏离一些问题的一个实用性。特别是在自媒体流行之后，我们看到大家很容易把一些问题给夸大化，比如50年来最大的拐点，500年来最大的拐点，5000年以来最大的拐点。但实际上的话，这样的一些角度容易去偏离资产定价这样一个事情的本质。而我们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研究，说到底是研究资产定价的。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词，叫宏大叙事。大家看这张图片上的这位老人，他叫卡尔波普，他是现代科学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波普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绝不应该使用一些宏大的词，受过不充分教育人的傲慢，简而言之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加上一些自相矛盾的胡言。另外一个诀窍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这会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因为他们会很高兴的在如此高深的一些书中发现有些思想的片段和自己的想法一致。所以这就是宏大叙事的这样一个风格，框架很宏大，叙事很宏大，但是缺少经验性。那么再次回到我们开始的这样一个话题，金融市场上的宏观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我们愿意用3点对这样一个事情做出一个描述。首先，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研究研究的是既定条件下的趋势问题。这个既定约束条件非常重要。我们做任何一个判断，比如我们说股市要涨，房价要跌，或者他还爱你，俗称的人生3大错觉，它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约束条件，都是有条件去成立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个判断，都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有条件成立的一个框架下进行。这是我们金融市场研究所要做的第一点。第二点，金融市场宏观研究主要是为投资提供一种位置感。比如大家看窗外，现在可能一片叶子正在落下，那么大家知道天气凉了，这个天气凉了到底是对应着刚刚开始秋天，后面还有漫长的冬天，还是说整个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宏观分析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时间坐标，提供这样一个位置感。宏观的目的就是提供在每轮周期中的一个位置感。我们不能笼统的说天气冷了，因为北极也会有春夏秋冬。大家看这样一个指标，这是 OECD 国家的一个增长率在过去50年中的一个变迁。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 OECD 国家增长率的话，基本上是在震荡往下的，在过去的50年里面的话，在不断的下降。我们不能笼统的去说经济差，所以股票没有机会，或者经济差，利率要跌，利率要走低。我们要认识到每一个时段在每一轮小周期中的一个位置，这也是宏观研究能够提供给我们投资框架的一个价值。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我更愿意把宏观研究比作是做实验。它其实像做实验一样，一个冰冷的一个过程，所有的规律都是很冰冷的存在，我们就是很冰冷的去发现现实世界的一些客观规律，从数据中去寻找这样一些规律的存在，发现了一些迹象，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会感到兴奋，我们知道它会带给整个投资无尽的一个价值。宏观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从框架到规律，从规律到数据，从数据到验证，从验证到结论，包括后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的话，其实也是主要基于这样的一个偏经验的一个方法论的。这是第一部分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研究是做什么的？这个话题听起来枯燥，但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研究者是脱离了这样一个研究本质和研究主线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在上面一部分，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宏观研究到底是做什么的，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研究到底是做什么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一部分，我们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宏观研究的3要素，经验、规律为先。在过去10多年做宏观研究的过程中，我自己有深切的一个感觉，人的思维习惯大体分3种类型。第一种人的话是对逻辑推演比较兴奋，就是对一个事情他一定会要看到从 A 到 B 这样一个过程，他才相信这样一个结论能够成立。比如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在变差，这时候他推理得到整个大宗商品价格要下跌，他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经济要变差，他才会相信商品价格会下跌，这是逻辑推演的这样一个过程。有另外一类投资者，他是对草根事实比较兴奋。我们告诉他经济要变差，商品要下跌，他会觉得这个过程并不是太直觉的，他一定要草根调研去看一看。当他看到整个螺纹钢的订单在下降的时候，当他看到整个焦煤焦炭的一个报价在下降的时候，他这时候的话，他才对这个事情有更强的一个直觉。这一部分人我们把它叫做对草根事实比较兴奋的。还有第3类人，他们本质上是对数据规律更兴奋，也就是说他们会看到历史上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目前的阶段更像历史上哪一个阶段，像03年、04年，还是像11年、12年，还是像08年、09年，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规律性，他们才相信有某种结论会以历史上相同的一个方式重演。所以这是3种不同的思维习惯，对逻辑推演兴奋，对草根事实兴奋，和对数据规律兴奋。3种习惯显然各有各的一个缺陷。比如逻辑推演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逻辑推演派。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时候逻辑过多可能会是条条大路通不同的结论，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一条逻辑才是一个主逻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讲中国经济好或者中国经济差，我们都可以举出10条以上的一个理由，都是成立的，也未必是完备的。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哪一条才是现实的，在当前状况下的一个主逻辑。那么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的话，就是草根调研，它也有很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小样本风险和选择性偏见。比如我们去调研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工厂，它的整个状况在变差，然后这工厂开始
减少工人的一个雇佣，然后减少原材料的一个库存，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直觉上的一个结论，经济的话要冷下来。但是大家可能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你去看的这个工厂到底能不能代表它所在的城市，以及它所在的这样一个城市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经济。从统计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一个小样本风险的话，应该还是说显著存在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选择性偏见。在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排除我们脑中先入为主的这样一个想法。假如我们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定论，说经济要变冷，那么我们在选择样本的时候，可能会有意无意的带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出来。我们假如认为经济好，我们也会相对来说更乐观的去看待一些现象。所以很多时候的话，草根调研对宏观的判断的话，也确实会带来一些误导。第三种方法就是数据规律，它的一个缺陷也很明显，就是这次不一样，也是卡尔波普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1000次的看到白天鹅，也不能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只要有一个反例的话，整个逻辑的话都可以被推翻掉。华尔街有一句话是说，我们要慎言这次不一样。但是在现实过程中也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些反例，而如果有一个反例出现的话，就会给我们判断带来非常大的误导。所以在现实过程中，我们更倾向于3种方式做一个结合：基于经验规律性做框架假设，基于逻辑合理性做推演，然后基于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去验证。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可以把3者的一个优缺点的话做一个有效的结合。那么这里依旧存在一个问题，如果3种思维方式之下的结论存在冲突，应该怎么办呢？我个人更倾向于的一个方式是，我们要相信经验规律性。如果3种角度存在现实的一个冲突，我们更倾向于相信经验规律性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结论。2012年到2015年，全球的大宗商品经过一轮剧烈的下跌，当时很多商品都跌掉了1半以上，有一些甚至跌掉了2/3。我记得那一年，我有一次去回老家，一个收购废铁的人告诉我说，废铁的价格是他入行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低的。这就引起了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当时有一个也是华尔街对冲基金经常使用的一个模型进入我的眼帘，就是大家看这个指标 CRB 工业原材料指数，它的一个同比在过去的60年过程中基本上在正负20%之间波动，历史上有3次超低，有3次超过负的20%，一次是50年代的危机，一次是75年非常有名的原油危机，还有一次的话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到了2015年底，这样一个指标再度到了负的20%的一个区间。虽然在当时大部分人依然是非常悲观，大家觉得商品还会继续跌，因为2015年底中国提出来要去产能，所有的人对经济增长有一个很深的忧虑，所以在当时绝大部分人相信商品价格远未见底，未来的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冷，整个商品价格还将深跌。而且大家看历史上，即使像75年或者是08年，从负20%的一个位置到最终的一个底部的话，也不过是3-4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大宗商品即将见底。这样的一个经验规律性促使我们从逻辑上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知道从2012年到2015年，商品为什么会下跌啊？当时主要是金砖4国经济增速的一个下移。2012年中国经济从2011年的 9.5% 下降到了 7.5%， 不光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都度过了整个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所以全球的大宗商品有点惊慌，大家是基于金砖4国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对商品进行了一轮重估。但是到了2015年底，中国经济到 6.5% 左右这样一个位置，基本上企稳了。印度经济重新回到了
7%左右的一个增速。如果说上一轮大宗商品的一个下行反映的更多是金砖4国的一个经济下行预期，那么这样的一个预期已经 price in 了。所以在当时这个位置，无论是经验规律还是说我们逻辑上的推演，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这很可能是一轮大宗的一个底部。所以在当时我们的连续几篇报告来指出一轮大宗商品的底部的话，可能会正在出现。后来的历史也有效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经验规律性重于逻辑。有很多时候现实的经验规律会比我们的逻辑直觉更靠谱。第二个案例是2016年的3季度。在当时我记得2016年3季度某一个月整个经济数据的话是好坏参半，当时市场上关于经济后续的走势的话也产生了2种看法，向上还是向下。在当时我们观测一个指标，这个指标的话就是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大家知道这个指标的话基本上和经济指标有非常好的一个相关性。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周期的话基本上是呈周期性波动的，在历史上曾经有3个低点，一个低点的话是在2002年，另外一个低点的话是在09年，第3个低点的话就是到了2016年的3季度。这个指标在2016年的3季度下行到了历史上齐平于历史上所有的低位。在当时我们就相信，如果是经济规律继续有效的话，那么整个经济反弹的话可能是一个大概率。就是站在这样一个时点的话，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规律的均值回复，还是相信整个规律的一个打破以及相关指标的一个进一步的下行？可能短短的1-2个月内的话会有整个规律的一个背离，但是整个向心力的话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随着库存的一个低位，企业的一个投资收益率的一个平衡，企业的 ROE 和 ROIC 的一个平衡的话，基本上可以到达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整个经济的一个反弹的话，可能是一个大概率。而且基于这样一个直觉的一个判断，我们也找了其他的一些指标去验证这样一个事情。后来发现，指向同一个结论的证据越来越多，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做出了整个经济会拐点向上的这样一个判断，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验证。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在上节课我们分享了2个案例，在本节课我们会给大家有更多的案例来展示经验规律性重于逻辑。第3个案例的话稍微有点类似，就是在2016年的 Q3 2016年3季度对于利率方向的一个判断。在2016年的3季度，我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是我们红色这道线，一直下降到了 2.6。 当时市场上对于债市的走势一片乐观，大家觉得利率还会继续下行到 2.0 甚至 1.6。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市场上有一个调侃，如果说利率最终是 1.6 的话，那么我们很多债券交易员的一个职业生涯是不是只剩100个 BP 了？但是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之下的话，我们还是关注到有些迹象的不同。比如大家可以看有一个指标的话，在经验上和利率的走势的话是相关度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库存。从过去15年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基本上是高度相关的。这个指标在2016年的 Q3 已经开始反弹。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即使我们考虑到规律在短期内的话可能并非是完全有效，利率还会是下跌，但是整个规律的话不会长期背离，而每一轮周期里面的话是小幅的滞后于库存半个身位。到了2016年的3季度，我们的库存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已经反弹了2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证明一轮库存周期可能已经开启。
这时候利率底部的一个到来，无非是早一步或者晚一步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库存周期已经开始反弹，那么按照经验规律的话，利率的反弹的话应该为时不远。所以在当时我们就指出来，一轮利率底的话可能会正在出现。那么有人说，仅仅是两个指标这样的一个经验相关性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吗？其实从逻辑上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利率是什么？利率是你借钱给别人要求的一个回报，这个回报的话包括你预期的投资回报率以及通货膨胀补偿，两者加起来的话就是名义增长率。所以所有的名义增长率的影子指标，比如工业企业营收、工业企业利润、工业企业产生品库存，应该都是和利率之间有很好的一个相关性。所以如果我们拿工业企业产生品库存在当时作为一个坐标，它的整个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利率即将上行。相对于直觉来说的话，经验规律可能是更靠谱的，后来的历史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第四个案例的话是对2017年朱格拉周期的一个判断。在2016年底，大家都在探讨一个问题，2017年经济增长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经济增长有回升，那么驱动力会是什么？在当时我们关注到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5000家工业企业景气扩散指数的设备利用水平。这个指标的话，大家可以看它的一个历史走势的话，基本上8到10年左右是一轮周期。这个周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朱格拉周期，它是以企业设备更替和资本开支为驱动的这样一轮周期。大家看上一轮周期的话，是从98年上升一直到06年触顶，到09年危机之后触底，到了09年之后再度开始上升，到了11年触顶。这个周期的话，到了2016年底，正好到了这样一个经验底部位置，所以我们判断新一轮的朱格拉周期可能就会是启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经验规律背后的一个逻辑过程。在09年，随着4万亿的一个开启，当时有大量的机械设备上马，不同的设备的话有不同的一个折旧周期，有的可能是5到6年，有的是10到12年。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视为一个正态分布的话，处在正态分布最核心位置的这样一些折旧，应该都是7到8年的时间。到了2016年底，整个折旧完毕，整个工业企业的设备的一个利用率的话，到了这样一个低点位置，新一轮的一个设备投资回升的话，应该就是一个大概率。带着这样的一个假设，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研究整个企业资本开支以及相关指标的一个边际变化，比如整个销售利润率、整个固定资产周转率、整个微观杠杆率的一个变化，来验证我们这样的一个假设。后来证明整个经济现象的话，确实在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个案例再次证明经验规律性重于逻辑。第5个案例的话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怎么样去认识今年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走势。站在2018年年初这样一个时点，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推测利率？利率究竟应该是进一步上行，还是应该是缓慢下行，还是应该快速下行？我们知道对利率的判断来说的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框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给大家也是分享一个小的经验规律，就是外汇储备增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大家可以看，可能很少有一个指标能够有这样和国债收益率有这么好的一个吻合度。有人说这样一个相关性是硬找出来的吗？是不是一个伪相关的？但是实际上大家从经济学的逻辑的角度考虑一下，外汇储备在某种意义上是名义增长的一个影子指标，在高增长期一般伴随着出口的一个扩张和外汇储备的一个累积，而名义增长的话又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话是一个同向指标。
同时在外汇储备增速比较高、外汇占款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的话，我们政策不会太宽松，而可能会部分通过一些政策操作来回收流动性，所以它也会带来利率的一个上升。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外汇储备的一个增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是这样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那么从2018年我们可以看到外汇储备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一个变化去捕捉外汇储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趋势，而通过这一点的话来判断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变化。因为毕竟外汇储备的一个周期的话是相对比较平滑的，它不是说高频波动的，所以我们并不奇怪看到今年的整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从 4.0 下降到了 3.6， 这是我们的第5个案例，经验规律性重于逻辑。第6个案例的话，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年中提出来经济可能会经历2轮放缓，这个是国内比较早的提出来经济可能会有2轮回落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大家看，这是中国的出口和名义 GDP 的一个相关性。从历史上看，凡是出口比较好的时候，经济基本上没有太差；凡是出口比较差的时候，经济一般不会太好。出口跟这个经济之间，总之是很好的一个吻合度。而到了2018年的年中，我们的出口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无论我们是通过出口本身的一个周期去判断，还是通过正常的一个基数去判断，我们可以推测出今年4季度到明年上半年的话，出口可能会有一个逐步回落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进一步根据出口的一个经验规律的话，把它划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今年的4季度，这个4季度的话，我们面临的是订单的一个回落和出口预期的一个变差。而到2019年的上半年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出口量的一个落地。这2个阶段正好对应着我们名义 GDP 的2轮放缓。所以再次回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判断方法，经验规律性重于逻辑。在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我们所看到的逻辑哪一条是正确的，我们并不清楚从逻辑推演的角度来说的话，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去寻找这样一些相对比较冰冷的经验规律，并从中寻找到未来哪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一个大概率。所谓的经验规律性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些大概率。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在上一部分，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重要的理念，经验规律性重于逻辑。在本部分，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心目中的最主要的经验规律性，就是周期。首先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周期的话，就是人口周期。我一直认为人口周期对于经济史的一个解释的话是被低估的。包括我们看历史上很多时段，整个人口的一个边际生产力的变化，对于后来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的产生的话，可能都是影响巨大的。经济学上有一个牛人叫麦迪森，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千年中国经济史》，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翻一翻。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经验研究，就是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如果你把它的一个增长率，经济的一个增长率拿出来，你可以发现它的增长率和它的一个人口增速大体来说是存在一个相关性的。比如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增长是 6% 到 7% 还是 3% 到 4%， 这个基本上可以从它当前的一个人口增长的一个水位的话大体可以看出来。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可能比较有意思，就是在过去20年全球发生了2次比较重要的危机，一次的话是97年到2000年，还有一次的话是08年到12年。
这2次危机基本上毫无例外都是发生在人口的一个加速下行期。当然我们也可能认为是周期变化对人口增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的话，这一块的双向逻辑至少都是能够成立的。说到人口，大家立刻会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在不断的下降。关于这个事情大家怎么去理解，可能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主要是对生育的一个政策性限制所带来的，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整个事情的全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有很多国家的话其实并没有限制人口，但是整个出生率的话都是在不断下降的。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在80年代的时候出生率有20%，现在的话只有12%。美国的话差不多在80年代的时候也是20%，现在的话也是12%。而还有另外一些经济体，比如像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有20%，现在的话只有8%。像韩国差不多也是这样一个状态，80年代的时候20%，现在的话8%。像印度在8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能20到30%，现在的话只有16%。即使是伊朗这样的经济体，它的整个出生率的话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的下降。这个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工业化生育率悖论，它指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出生率以及生育率都是在趋于下行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经济学家曾经从几个角度对这事情提供解释。第一个的话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发展，女性的一个地位的话更加独立，也就是说女性更多的是职业女性，她不愿意去充当生育的工具。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现代生活大家的生活目标更加的多元化，这时候的话他也不会是说把生孩子养孩子当做唯一的一个追求。第三点，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更切身的一个体会，就是现在生孩子养孩子的一个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所以这3点都带来一个共同的一个结论，就是随着工业化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演进，出生率的话总归是在趋于下降的。尤其是在中国，我们中国的一个特点的话是女性的一个劳动参与率非常高。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的话基本上是全球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个意味着它整个生孩子所面临的一个机会成本的话是更高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由于我们的房价偏高，所以整个抚育和养育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人口周期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细分，比如其中的25到34岁的一个人口，我们可以称之为青壮年人口，它本身的话也是呈现出一个周期性的。在过去的7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整个人口增速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其中的青壮年人口，就是我们25到34岁的一个人口，它的一个比例其实在过去7年的话倒是在小幅回升的。这是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特征事实，也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但是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的话，整个商品房的一个销售面积与青壮年人口的一个变化的话是存在很好的一个相关性的。所以这是人口周期对我们很多经济现象的一个解释力。再往下看，人口周期其实对于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话也有着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大家看下面这张图，这就是中国的整个人口出生率的一个曲线。80到87是中国唯一的一波婴儿潮，从78年改革开放，大家对于生活的预期开始变好，一直到87年出生率触顶，80到87形成这样一波婴儿潮，这也是前后30年基本上唯一的一波婴儿潮。一直到2016年之后的话，
我们的出生率才开始有小幅的反弹。这样一个经济现象基本上决定了前后20年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变迁。在座很多人，如果是大家对宏观经济并没有特别深的兴趣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张图。我个人觉得这张图的话，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过去20年以及未来20年。大家想一下，80到87出生的这一部分人，当他长到18到20岁的时候，就是97年到07年，这时候他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整个婴儿潮的一个人群开始长大了，长到成年了，所以这时候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的话是非常的旺盛的。当时我们很多企业到县城到农村去招工，县城的年轻人的话也是源源不断的涌向城市，所以这个时段是中国出口最好的10年，很多产品到了中国至少竞争不过中国的成本，很多产品成本先降到2/3，这个阶段我们称为中国出口周期的10年。大家继续沿着这个线索往下想，当80到87的人在继续长大，长到25到28岁的时候，他会面临着什么？买房置业的一个需求。在很多国家，买房子和结婚是2回事，但是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1回事。所以到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对房地产的一个需求的话，在开始集中的爆发。从05年到15年，这是中国房地产的黄金10年，围绕着房地产形成一个庞大的上下游的产业链。那么我们沿着这个线索再往下想，当80到87的人在继续成长，当他长到35到38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的2015到2025这个时段，他的整个需求的话也开始发生变化。首先，这一部分人群再也做不了低端的体力劳动。我们农村的年轻人现在他拉着行李箱去打工，他对于生活环境、对于工作环境、对于工作未来的一个前景都开始有了一些追求。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一部分年轻人现在人到中年，他开始对生活质量有一个追求，大家开始追求出行、环保，所以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话都开始有一个上升。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消费，刚刚过去的双11，整个消费量的话又创了一个天量，又创了一个天文数字。中国的女生为什么这么容易买啊？本质上是因为变老了，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开始想得开了，开始消费。另外的话就是旅游，大家想一下，人到中年，工作有了一定积累，有了一定成绩，然后收入也有了一定积累，开始想着出去看看，这个就是升级的这样一个需求。而80到87，他们的父母的话也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进入老年，所以也需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所以这2年我们看到旅游这样一个需求，无论是出国游还是国内游都开始崛起。还有就是我们的医药健康，人到中年，身体开始起变化，开始变差，保温杯里都开始泡枸杞。这时候的话，整个健康状况开始更多的需要关注，而他的父母现在正好进入老年，所以对医药的一个需求的话也开始有一个上升。所以我一直相信中国未来原创药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子女教育，这个年龄的人群，子女的话要么就是刚刚进入幼儿园，要么是刚刚进入小学，总之处在学龄期。对于教育这样一个需求的话是比较直接的。而且大家想一下，80到87的这一代人，他出生在婴儿潮，他基本上一路走来的话都面临着资源的一个竞争。当他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找工作变难了，他开始买房子的时候，房价变贵了，他开始换房子的时候，大房子的单价变贵了。基本上任何事情轮到他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感受到这种资源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紧张，这个也是80后的这样一个宿命啊。所以他对于预期来说的话，他会以为未来的一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代人注定对于整个教育的话会非常的投入。当一代人的话，如果有一个人对于教育非常投入，其他人如果不投入的话，他会是吃亏的。这个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一个词，叫囚徒困境。
所以这一代人在教育上的一个竞争的话，注定是非常的惨烈的。从环保到医药健康，到旅游，到休闲，到教育，所有的这样一些东西被我们19大总结为高端制造加上美好生活。所以说，如果是中国在过去30年的一个增长，第一个10年的话是出口产业链的10年，第二个10年的话是地产产业链的10年，那么下一个10年就会是我们高端制造加上美好生活的10年。这就是人口周期对我们整个产业链变迁的一个深刻影响。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在上一部分，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人口周期以及人口周期的红利。那么在本部分，我们将过渡到人口质量的周期，即工程师红利。那么很多人会关心一个问题，实际上在过去10年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很多材料都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红利的一个消退。刚才我们提到80到87是唯一一波婴儿潮，整个90后比80后要少 25%，00后比90后要少 16%。那么随着人口数量的一个下降，整个经济的一个增长动力会不会就完全消失呢？但实际上在这里想给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道理就是，人口不光有数量的一个红利，它还有人口素质的一个红利。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工程师红利。在过去10年，中国培养了差不多7000万的大学毕业生，500万的研究生，整个教育程度的话在不断的累积，可能到了2025年或者2030年的话，我们会有几亿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样的一个积累的话，其实对于人口结构的一个影响，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话，也是巨大的。我们知道目前的研发，中国的一个科研本质上还是反映50到70这一代人的一个积累和成就。那么随着未来我们的80到90这一代受过更普遍教育的一个人群的话走上前台，我们和整个海外的一个在科研方面的一个差距，按照经济规律来说的话，应该会进一步的缩小。Nature 杂志统计68个全球的一线期刊，总结了一个指数叫 Nature Index。根据上面的话，中国的整个一线期刊的一个论文发表量的话，目前已经是超过日本，居全球第2位。那么有人说，你光有科研，你有企业端的一个研发吗？那么给大家举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PCT 专利的一个申请量，其中绝大部分是发明专利了。中国 PCT 专利的一个申请量的话，在2017年就超过日本，居全球第2位。目前美国大概是占全球的30%不到，中国和日本各占全球的20%。排名第4的德国占全球的8%，其余的区域整个占比的话是非常小的。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张图，这个地图的话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图。这个是一个程序员或者叫码农所画的全球的程序员的一个分布。大家可以看，全世界的程序员分布最集中的区域的话就是美国，东部和西部的话都非常的密集。第2个密集的区域的话就是欧洲，整个欧洲的西部、中部的话非常密集。全世界第3个比较密集的区域的话就是中国，整个中国的东部密密麻麻。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中国制造能够完全被替代吗？包括在这一次贸易战开启之后，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到底会不会全部转移，就是全部会转移到回流美国，或者转移到东亚、东南亚，甚至是南美。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我个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大家想一下，首先，全球制造业回流美国是比较难的，因为整个贸易分工和专业化基本上还是由成本去决定的。我们很多企业然后跑到美国去设厂，后来发现那边的成本整体来说还是会明显的高于中国。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诉讼成本啊，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成本。另外就是由于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体也是长期不做制造业，它的整个服务业，尤其是研发占整个经济体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它整个制造业占经济的比例的话，目前大概只有10%几吧。它的一个制造业的效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就是全球的制造业的话，去回流美国或者欧洲这样一些高成本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你出门打个车的话，可能都要上百块人民币。那么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未来的制造业的话全部转移到东南亚、南亚或者是南美这样一些地方呢？由于工程师红利的一个存在，整个制造业往东南亚或者南亚去转移的话，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约束的。就是这些区域，它其实在中高端这一块的话，并没有办法完全去替代中国。就是无论是技术还是所要求的人员素质，在这一块的话，还是存在一个鸿沟的。所以未来的一个产业分工的话，我们觉得依然是欧美加上 U2 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分工，上游去做研发，然后中国代表中上游去做研发和中高端制造，然后东南亚去做加工和中低端制造。这个可能是未来10到15年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一个趋势。全世界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区域的话，能够对中国制造完成替代。比中国的整个人才积累和技术积累更好的一些地方，他们的成本比较高，而成本比中国低的地方的话，整个人才、基础设施和技术的一个积累的话，赶不上中国。所以这也是未来10年我们继续可以依靠的一个红利的话，就是工程师红利，它是人口周期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说完了人口周期，那么再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周期，叫库兹涅兹周期。它指的是房地产和建筑业驱动的周期，经验上的话一般是20年左右。比如我们看美国的上一轮库兹涅兹周期，整个就是91年到10年2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上升期大概是16年，下降期4年。中国的这一轮库兹涅兹周期从98年房改算起，到2013年整个房地产新开工触顶，差不多14到15年的时间。而下降期的话，我们从13年算起到现在的话，也差不多是5、6年的一个时间。这就是中国的这一轮库兹涅兹周期，这个对我们认识中国经济以及资本市场都是非常重要的。过去10年，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基本上是在赚库兹涅兹周期的钱，比较活跃的行业都是处在这个周期的上游或者下游。刚才我们讲2013年之后，随着整个房地产新开工和投资的一个触顶，后续的话整个库兹涅兹周期基本上进入了下降期，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见底的一个过程。我们估计到19年或者20年，我们可能会面临着这轮库兹涅兹周期的一个见底。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出现呢？我们觉得首先会有整个房地产投资进入一个低速但是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未来房地产投资的话，我个人判断可能会是一个低个位数的一个增长。而从地产销售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会完成新旧动力的一个切换。过去我们更多是刚需，然后80到87这一代需求去带动的。
那么未来我们在低增长期，整个房地产销售的话，可能更多的要通过二胎、学区房以及一些高端房产的一个需求去驱动，所以它的整个增速的量，整个增速可能会下来，整个量能的话没有那么大。另外一个标志的话，就是我们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落地。所以我们整体估计的话，19年或者20年我们会面临这轮库兹涅茨周期的一个真正的见底。再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看待未来房地产这个行业。首先，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话正在浮出水面。怎么样去理解房地产长效机制呢？我们把它归结为2点。从供给端来说的话，包括我们的租售并举，包括我们的保障性住房，未来它在1、2线城市的整个占比的话，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中国的整个房地产供给，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可能会类似于像新加坡或者德国这样一种模式。从需求端来看的话，按照“13+5”的规划，未来应该会有房产税的一个落地。如果这2点都完成之后的话，整个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话，可能会是真正的形成。那么有人说，房地产这个行业，那么未来会不会就一落千丈？其实也不会。我在这里打一个比方，我觉得房地产这个行业未来一旦进入稳定增长期，它会非常像当前的白酒行业。大家知道，在2012年之后，我们的白酒行业基本上也进入了一个低个位数的增长，就整个行业增长的话，就是一个低个位数。但是其中的部分的高端品牌，其实整个增速还是不低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成千上万的这样一些白酒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品牌溢价、没有品牌价值的企业都在低速增长期过程中的话，逐步退出这个市场。整个前20家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话，是在不断的上升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反而会看到整个市场集中度的一个上升，和其中有一部分有品牌溢价的一些品牌，它的一个量的一个稳定。房地产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未来整个行业进入低增长期，我们猜测其中大量的项目制的公司的话，应该都会退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前10家、前20家，它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话，会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上升。未来这才是整个房地产进一步的产业化的一个过程。整个房子的一个建设会变得更专业，更具品牌价值，这才是这个行业真正走入成熟的这样一个标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去关注的，就是房价。怎么样去看待未来的房价？如果是房地产行业进入我们所说的库兹涅茨周期的一轮终结，以及长效机制的形成，房价会不会快速的下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首先，我们知道房价会受一些经济规律的一些约束，比如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如果一个房子1年的话可以往外出租，可以出租10万，那么我们按照正常的一个房价租金比，比如5%来看的话，它就是20倍市盈率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房子的一个价格应该是200万。这个价格的话，我们可以称为合意的房价，就是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的话，就是花好月圆。中国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处在中高速的这样一个经济体。M2 的一个增长相对来说还比较高，所以这时候资产的一个价格本质上会随着 M2 的一个增长的话，有自己去抵御、去保值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的话，可能房价的话会比合意的房价要高，会进一步的上一个台阶。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合理的房价，也就是说它并不合意，但是你考虑到一个基本的一个货币规律的话，它是合理的。我们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另外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供给端，从土地出让，然后一直到供房的一个节奏，在某种意义上是受政策影响的。我们的土地出让金有一部分的话是用于整个城市的一个建设，整个城市半径的一个扩张的。
换句话说，对于买房人来说，你需要支付的成本里面的话，包含着这一部分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的这样一个成本。所以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的话，整个房价可能会进入第3个层级，就是不合理但是没有泡沫的房价。那么整个逻辑再往上延伸一层，我们很多居民看到地价和房价在不断的上涨，这时候他觉得有利可图，他会参与到投资甚至投机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进一步的把房价推高。这样的话，整个房价可能会上升到第4个层级，不合理且有泡沫的房价。这样的4个层级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整个房价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框架。未来如果是房价调整，我们倾向于觉得我们不能拿第4个层级，就是合意的房价的话，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标尺，我们要考虑到其他几个层级的一个逻辑合理性。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理解。上面和大家分享了第2个周期，库兹涅兹周期。下面我们进入第3个，它叫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周期指的是以设备的更新和资本支出为主要驱动的这样一个周期形态，基本上是7到10年为一轮周期。平常衡量朱格拉周期的话，有2个常用的指标，就是央行统计的5000家工业企业设备的固定资产投资，5000家工业企业设备的利用率。从这2个指标里面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朱格拉周期的这样一个特征。从过去50年来看的话，中国的经济大概经历了6轮的朱格拉周期，第6轮还没有完毕。第1轮的话是从68年到76年，第2轮的话是从77年到87年，第3轮的话是从88年到98年，第4轮从98到08，第5轮是从09到16。后面我们就看到从16年朱格拉周期触底，一直到现在。朱格拉周期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理解，朱格拉周期的本质是企业的 ROE 的一个周期所带动整个企业的一个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一个过程。ROE 我们可以完成一个杜邦分解，把它拆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的话是整个销售的利润率，第2部分是总资产的周转率，第3部分的话是微观杠杆率。这个就是我们财务上所学的杜邦分解。基本上在每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底部，我们都可以看到这3个指标先后见底的一个过程。这个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企业 ROE 的一个见底，而 ROE 的话又领先于新一轮的一个投资。所以这是朱格拉周期整个周期波动的一个本质现象。随着每一轮整个经济的一个设备投资的一个上升，整 ROE 的话在不断的上升，一直到某个点，我们的 ROE 触顶，整个边际投资的一个回报率的话开始下降。这时候的话，整个制造业投资和经济的话就进入一个下降期，一直下降到我们的3率触底的这样一个时点，整个 ROE 就见底了。ROE 的一个触底反弹带来新一轮的一个投资以及经济的一个见底。这轮朱格拉周期见底之后，各个经济体在政策上有一个不同的选择。换句话说，在这个2015年底，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欧洲经济基本上是同步见底的。但是由于各国政策选择的不同，后面经济的话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美国在2016年之后，在经济上升的一个周期里面的话，推动了顺周期的一个减税，所以美国经济目前处在一个继续的一个扩张期，我们估计会一直到这轮朱格拉周期的一个顶部，就是19年或者是20年。而中国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推动了一轮主动的去杠杆，经济推动了一轮主动的一个调整，所以这轮朱格拉周期的一个过程相当于被打破。
整个名义增长开始往下。从历史上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比较少见的。中美整个经济增长的周期，在过去20年的时候的话，只有过3个时段的背离。有一个时段和现在比较像，就是96年的1季度到97年的3季度，也是美国经济在扩张，中国经济在收缩。所以很多经济现象的话，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个大致的一个类比。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周期。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讲完了朱格拉周期，我们这节课主要讲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周期——库存周期。库存周期是我们跟踪整个短周期经济增长的非常有效、非常好的一个指标。大家可以看，我们衡量库存周期的一个常用的指标是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它基本上呈现出这样2到3年一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形态。关于这个指标，我们强调2点。第一的话，它具有全球的同步性，比如我们看中国的库存周期跟美国的库存周期在绝大部分时段的话是高度吻合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经济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整个经济增长的同步性的话其实是很强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库存周期对解释我们的整个经济，就是名义 GDP 的话有很好的一个解释力。整个短周期的一个经济波动基本上是沿着库存周期在走，一轮库存周期它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我们可以用2个维度来对库存周期做一个细分，一个维度的话就是库存，另外一个维度就是需求。需求端的指标的话，我们可以选工业增加值，也可以选发电量，也可以选其他的来代表需求的一个指标。根据库存和需求的双坐标，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把每一轮库存周期划分为4个阶段。如果是企业看到需求好转，这时候的话，它主动增加自己的一个库存常态，增加自己的一个库存，这时候的话，我们会看到需求和库存一起上升，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主动补库存。而到了一定阶段，需求开始出现边际变化了，整个需求已经开始下降了，经济已经开始边际回落了，但是企业还来不及调整自己的一个生产节奏，来不及调整自己的一个库存节奏。或者另外一个机制的话，由于整个需求量、整个销量的一个下降，导致库存在库房的话被动增加，这2者的话都会导致库存增加和需求下降同时并存。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被动补库存。那么企业看到需求在下行，然后这时候开始主动调整自己的库存节奏，开始主动削减库存，所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会看到需求和库存一起下降，这个在经济学上叫做主动去库存。一直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看到需求已经开始触底了，需求已经开始回升了，但是企业的话，它的去库存的一个动作的话还没来得及纠正，或者是由于需求好转，整个销量已经开始回升了，库房里的库存在被动的下降，所以这2者的话都会导致库存下降和其需求回升同时存在。那么整个经济会进入第4个阶段，叫做被动去库存。所以这也是宏观或者策略分析师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用4个阶段的库存周期来描述经济。从经验过程来看，中国在2000年之后，在2000年之后的话，经历过大概5轮的库存周期，其中整个库存周期的长度的话，长的话大概是40个月以上，短的话大概是30个月以上。其中主动补库存的时间的话，长的话一般是5个季度，短的话一般是3个季度。这是我们判断库存周期的这样一个经验数字，当然未必会和未来所有的情况
都会有一个吻合，但至少会有大致这样的一个经验规律。那么有人说，为什么历史上的库存周期有的周期的话比较长，有的周期的话比较短呢？很简单，比如我们在02年到06年那一轮周期，它的主要的一个驱动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房地产化，整个经济的一个房地产化，以及中国加入 WTO。06年到09年的这一轮库存周期的话，基本上面临着一轮全球同步的供需两旺。09年开始的这一轮库存周期的话，主要是4万亿的一个驱动，所以比较长的库存周期的话，一般存在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驱动因素，而比较弱的库存周期的话，就没有这种长周期的一个驱动因素的话去驱动，所以它一般会相对短一些。整个库存周期的话，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特征。我们平常看宏观报告或者看策略报告，经常会看到一个框架叫做美林时钟，它指的是通过 GDP 和 CPI 这样一个价的指标，一个量的指标，把经济划分为4个阶段：复苏期，然后过热期、滞胀期和衰退期。我们在这里想要说的是，我们的库存周期和美林时钟从整个划分方法来说的话，存在很大的一个不同，但是其本质过程的话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一个量的指标，一个是含价的指标，把经济划分为4个维度。比如我们的被动去库存，它其实对应着美林时钟的一个复苏期；我们的主动补库存对应着美林时钟的一个过热期；我们的被动补库存对应着美林时钟的一个滞胀期；我们的主动去库存对应着美林时钟的一个衰退期。所以这也是我们库存周期这样一个方法很好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相对来说比美林时钟更便捷的方法去理解美林时钟对于大类资产的这样一个启示。那么沿着这个线索再往下谈的话，就是库存周期对于资产定价的一个意义。就像美林时钟一样，库存的话其实对于每个阶段的不同的大类资产，股票还是债券，还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指示性的。从基本的一个逻辑上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库存是一个滞后指标，它比正常的经济指标的话要稍微滞后半个身位。那么我们的资产价格，比如股票价格，它一般是一个领先指标，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话是，股价的话一般会领先库存周期。从经验上来看的话，股价一般领先于库存大概7个月左右。比如这里我们是举的某个行业的一个库存增速和这个行业股价指数的一个关系。大家可以看，如果我们把股价去后推7个月，基本上和库存的话是存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吻合性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库存周期这样一种方法在判断行业资产价格中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另外一个指标的话是原材料库存，这也是我们平常在涉及库存周期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混淆的一个指标。有人说库存的整个波动的话有2年到4年吗？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上游行业它的整个库存波动很短啊？整个补库存的话3-4个月就完成了，整个去库存的话几个月就完成了。实际上这个指的是原材料的一个库存。大家可以看我们原材料这个库存和产成品库存的一个周期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是后者包含前者。一轮库存周期会包含2到3轮的这样一个原材料库存周期。原材料库存的一个波动的话，在经验上一般是1年左右。包括我们去看螺纹钢，去看板材，然后去看煤炭、焦炭，它基本上原材料整个库存的一个波动周期的话，相对来说会更短。原材料库存的一个波动与股价之间的话，存在非常好的一个相关性。特别是周期品的一个价格，这是我们库存周期这种方法给判断资产价格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启示。
就是原材料库存周期有助于我们判断周期品价格短周期的一个波动，它们在经验上存在非常好的一个相关性。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这节课我们主要谈一下对康波周期的看法，以及怎么样用周期框架去分析经济。康波周期的话，指的是45到6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周期形态，它一般是以技术革命、以技术创新或者全球秩序的一个变革所推动的，所以它的整个周期会非常长。康波周期的一个划分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过程。主流的划分方法的话就有7、8种，比如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其中2种主流的一个划分。大家可以看它的整个结论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按照其中一种划分的话，我们目前已经处在一轮康波周期的一个下降期，而按照另外一种划分方法的话，目前我们可能还处在整个康波周期的一个上升期。这个的话作为个人研究的话，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兴趣，但是就整个分析框架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证伪性的这样一个挑战的，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把康波周期的话当做一个主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自己去判断有些宏观趋势的一个参考框架。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各个不同的周期，从库兹涅茨周期到朱格拉周期到库存周期。那么在现实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呢，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各个周期相互叠加的一个框架来看待经济。比如在03年到04年，当时我们的整个库兹涅茨周期，就是房地产周期的话，显然处在这样一个上行过程之中。那么我们朱格拉周期的话也处在一个上行期，同时03到04这个阶段的话，库存周期也在上行。3个周期都在上行的话，整个经济一般会表现出非常强的一个状态。这时候的话，我们会看到整个股市的话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强，整个利率的话也在上行，利率上行对应着债市的一个熊市。同时有一个类型的阶段的话正好是相反的，就是在14年到16年，我们看到中国的库兹涅茨周期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触顶下行，然后朱格拉周期也在下行，到库存周期的话也在下行，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经济的话面临的是3周期的一个叠加下行期，整个经济的话是比较差的。这时候权益资产的话表现的不太好，利率的话也处于一个下行期。那么另外有些时段的话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纯粹，就是比如是16年3季度开始到这个17年的2季度，我们看到整个库兹涅茨周期和库存周期都是在下行的，但是朱格拉周期整体处在一个上行期，这时候的话经济的一个表现的话是温和改善。总之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的话，可以让我们通过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视角去分析每个经济阶段的不同的驱动力。比如库兹涅茨周期，它本质上告诉我们房地产这样一个驱动带给经济的力量的话大体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朱格拉周期它是告诉我们制造业和出口这样的2个驱动所带来的经济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库存周期它是告诉我们传统的制造业它的一个价格波动所带来的一个周期驱动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的周期叠加框架相当于综合考虑了这样几个因素来为整个经济来确定一个基本的方位。还是那句话，寻找位置感，这是宏观研究的目的，本质上就是要寻找这样一个位置。比如现在外面天是黑的，但是是处于凌晨12点还是说处于4、5点00之前的一个状态，这是2回事。宏观研究的目的的话，本质上是寻找这样的一个位置感。以上是我们整个为大家分享的第3个部分，
在第3个部分里面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几种常见的不同的周期，从人口周期到库兹涅的周期，到朱格拉周期，再到库存周期。这样一些周期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做宏观研究最常见的一些经验框架。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大家好，在前面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对于框架这个事情的一个理解。周期就是我们常见的关于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假设框架。那么建立这样一个框架之后的话，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数据对这样一个假设进行验证。那么我们就进入到关于数据的部分。平常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分类，就是 IMF 的一个分类，它把整个数据分为4部门的指标体系。就是哪4个部门是 IMF 眼中的经济的4部门呢？第一类的话叫实体经济部门，第2类叫金融经济部门。这2类的话，大家根据字面意思也很容易去理解。一类的话是正常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然后另外一类的话是为这类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融资的，就这样2个部门构成了整个4部门的其中2类。还有一类的话是财政部门，就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部门的话加入政府这样一个环节，政府要收钱，政府要花钱，这个涉及到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财政。所以财政部门的指标的话是另外第3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任何一个国家的话都不是一个孤岛，一个经济体都需要跟海外的经济体的话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经济联系，所以还会有另外一类指标的话叫对外部门的指标。这样4类指标的话基本上是我们理解的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指标体系。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我们以实体部门的指标为例，它大概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有一种类型的指标的话是每个月的30号发布的，以前是每个月的1号，后面改为了每个月30号。这个就是 PMI， 它是一个全球通行的这样一个指标体系。这个指标的特点的话是，我们可以记住一个词，它叫孤岛指标。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假如飘落到一个孤岛上，你需要一个指标或者一套指标来了解整个经济运行。那么 PMI 的话是最好的一套指标，因为这个指标的话既包括需求端，像整个经济的一个订单如何，然后出口订单如何，也包括供给端，比如生产如何，采购如何，然后就业怎么样，还包括价格端，包括原材料价格指数和产成品价格指数，还包括库存端，原材料库存、产成品库存。所以它虽然是只有一套指标体系，但实际上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全的，基本上是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所以每个月30号公布的这个 PMI 指标体系的话是非常的关键的。另外的话，每个月的26号会公布另外一套指标，这个是工业企业经营绩效指标，主要是包括我们看到的工业企业的营收，就是赚多少钱，工业企业的成本，要产生这么多营收要花掉多少钱，这个成本的话包括原材料成本和财务成本，然后包括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判断库存周期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包括工业企业的利润，每个月的一个利润情况也会在这个指标体系里面。所以每个月26号的话，所有的宏观分析师又会忙一轮，就是去评价这样一套指标体系。第3套指标的话是每个月的15号前后会公布由统计局统计的经济的运行指标。这个经济运行指标的话相对来说就更为关键一些，主要是经济的3驾马车：消费、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其中消费的话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社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而且作为细节指标的话，它还有一类叫耐用消费品，就包括我们的一些大件儿，像这个汽车啊、家电啊，然后装修啊，然后燃油啊，就这样一些大件的一些消费。整个社零和耐用消费品的一个走势，其实都是我们判断经济的消费部门的一个表现来说非常关键的。工业部门的指标的话，主要是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是什么样一个概念？首先告诉大家，它是一个不含价的指标，就是在当月的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社会生产出多少工业品，这个工业品的价值是多少，我们要把其中的价格上涨的部分给扣掉。我们看到有些人理解这个过程理解的不对，说是工业增加值上升了，是因为同期涨价了，这个是恰恰相反的，就是因为工业增加值本身的话已经做了一个价格的扣减了。所以它是纯粹代表这个时期内整个经济量的一个增长。在工业增加值发布的同时，统计局会发布一些重要工业品的量，包括发电量，包括用煤量，包括钢产量、汽车产量，然后包括这个机床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业品，它的一些产量。这些指标的话，都是我们分析经济运行非常关键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发电多少，大家想想，基本上是反映整个工业部门的一个兴衰，甚至居民部门的这样一个活跃度的。比如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的一些增加值，以及工业机床的这样一些产量，它基本上反映制造业资本支出、资本开支的一个意愿。假如在某个时期，所有的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比较好，他这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要增加未来的一个产能，我要新增投资了。这时候的话，我要从日本买机床，或者我要从国内买机床。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一项机床设备的产量的话会比较高。另外的话就是一些重要的工业品，比如机器人的一个产量。这2年的话，中国机器人的一个产量增速是非常快的，整个机器人的一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快的。中国基本上是全球整个机器人的一个使用量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中国没有产业升级吗？绝对不是的。随着机器替代劳动，随着整个机器人和自动化使用量的一个加快，相当一部分产业的话，其实是在缓慢的自动的升级。这是我们整个工业部门。工业部门数据出来看什么？第一，看增加值增长多少。第二，看重要工业品的产量。还有一块是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话，整体来说分为3部分。一部分的话是制造业，就是我们制造业的企业进行了多少固定资产投资，这块的增速是多少。另外一块的话是整个经济来说关联度非常大的一个部门，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投资是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比重的话，基本上一直是在2-3成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除了房地产的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之外的话，关于房地产这个产业链的话，我们还要去看它的一个销售、开工这样一些指标，对未来的话做出一个更好的判断。除了制造业和房地产之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固定资产的组成部分的话，就是基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外号叫基建狂魔。中国目前的整个高铁的存量，整个运营里程的话，占全世界的接近70%，高速公路的一个营运里程占全世界的接近40%。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一个铺设量的话是非常大的。如果按照过去几年我们基建的一个速度啊，过去3年的话，大概都是每年15%左右。我们的基建的话，差不多是4年半的时间就可以翻一番。这个我们知道，在数学上有个词叫70法则，就是你用70除以它的一个增速，基本上就是它翻1倍所有的一个时间。这个就基建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略快了。所以到了2018年，整个增速开始趋于下降。但是我们相信，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来说的话，未来基建的一个意义的话，依然是非常大的。所以基建的话，依然是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所以就实体部门的指标来说的话，我们是基本上分这样几类的指标体系，然后它的一个意义是不尽相同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
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除了平常我们看到的常规的经济指标之外，还会有一类指标叫做高频数据。实际上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宏观分析师根据常规的统计局的数据来做判断，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统计局的数据不是太敏感，导致你们分析过程中存在一个误判？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手表，大家想一下，假如你知道你的手表的话是慢10分钟的或者快10分钟的，它可不可以用它来看时间？这个是肯定是可以的，只要是这个慢或者快符合连续性和稳定性。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宏观分析师在除了平常接触大量的统计局的数据之外的话，我们也会接触大量的高频数据，有很多的话都并非来自于统计局口径的，这个可以和统计口径做一个相互的验证。这些高频指标的话，对做宏观研究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的话，房地产相关的，30个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卖了多少房子，多少人在买房子，每天都会有一个成交量，每个月有多少万方，每天有多少万方的房子出售。另外一个指标的话，就是跟房地产相关的土地成交。房地产销售的上游就是开工，开工的上游就是开发商在拿地，他对未来的预期到底如何，都会通过他拿地去反映出来。这个拿地的过程的话，就会形成2个指标，一个是土地的一个成交量，第2个是土地溢价率。这2个指标的话，对我们判断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一个未来趋势的话非常关键。第2个系列的话就是发电和用电。中国有6大发电集团，每天有发电耗煤的一个数据出来，也就是说对火电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到底使用了多少煤，这个是经济景气度非常好的一个影子指标。大家想一下，无论是工业部门还是居民部门，你只要是正常在运行，你都要耗电。耗电的话，固定有一部分是火电，火电用多少煤，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数据，它是分析师去观察经济运行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如果说前2类的话，更多的是量的指标，那么价格的指标相对来说就更为关键，价的指标永远不会说谎。所以第3类指标的话，就是一些重要的工业品的价格，螺纹钢价格、水泥价格和煤炭价格。这样一些价格的话，集中的反映了整个上游工业品供求的一个情况，以及他们上游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判断经济要下行了，或者市场主体的话，它就预知到整个经济要下行了，螺纹钢价格首先会下来。所以这样的一些价格指标的话，是我们判断经济景气度很好的一些点。像水泥价格的一个特点的话，它是区域定价的，中国华南、华东、西北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个水泥价格，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指标的话，又为我们提供了区域增长的这样一些证据。华东的水泥价格上涨了，这时候你会知道华东6省市的整个基建的情况的话，可能开始启动了。所以春江水暖鸭先知，或者一叶尔之秋，不管是变冷啊或者变暖啊，这样一些价格指标的话，总归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先兆。第4类指标的话，就是开工率，它包括钢铁的高炉开工率，然后焦化企业的一个开工率，以及汽车的半康胎开工率。这样的一些开工率指标的话，基本上代表现实的一些重要部门的一个运行情况。每个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开工率指标的话，同步的去跟踪这些企业它的一个兴衰。经济中除了国内的实体部门，还有一类部门很重要，叫对外经济部门。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跟踪中国对外经济部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进出口的一个情况，有一个高频指标相对比较关键，叫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它这个指标也分一系列的，有一个指标叫 CCFI， 叫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SCFI 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观测它变化的一个同比，就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的一个同比，基本上可以作为出口部门景气度的一个同步指标，或者是略先导的指标。最后一块的话是农副产品的价格，比如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蔬菜这样一些产品的价格，包括粮食的一个价格，这些价格指标的话，是我们去跟踪通胀的很好的一类高频数据。高频数据的话是整个宏观数据跟踪中很重要的一些环节。我自己这么多年有一个习惯，有3个数据的话，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看一眼，真的是每天都会看一眼。这3个数据分别是30城的房地产销量、6大集团的发电耗煤量以及螺纹钢的价格。我们知道，如果你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眼中的中国经济增长就是连续的。很多人判断中国经济很容易一惊一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数据的低频关注者，他关注的是月甚至年的整个经济增长会是怎么样。我们只有跟踪高频数据，跟踪成习惯，跟踪多了，你判断经济或者预测经济才会有手感。这一点的话非常关键。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吕克·贝松所拍的片子，叫《这个杀手不太冷》，也叫《杀手莱昂》。里面有个情节的话，就是男主人公教小女孩去打枪，就是伏击一个人。他当时讲了一系列的诀窍，就是你怎么伏击一个人。他们选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个人还是一个活动靶，就是那个人在跑步。然后莱昂就当时跟他讲整个事情的一个诀窍：首先屏住呼吸，第2瞄准他，第3假设你和他一起运动，直到你把你的整个运动的步子跟他的实际的步伐调整到一致，第4扣动扳机。对于宏观经济预测的话，其实我们就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高频数据去把握整个经济的脉搏，直到在我们心中形成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现实的经济运行跟你心中的经济运行的话是步调一致的。这时候的话，你才会可能去判断它的下一步。这时候的话，你的预测才可能是准确的。就像我们看古龙的小说，他经常会描述一种感觉，就是剑客，好的剑客的话，他应该是人剑合一的，就是他面临要跟人决斗，有的大的这个比赛之前的话，他感觉手里的剑的话会蠢蠢欲动，这个其实是他自己心在动。所以高频指标或者宏观经济指标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密集的训练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要做宏观判断，你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密集的一个训练，直到你能够完成你自己的感觉和实际的经济运行合一。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非常关键。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在本部分，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去跟踪出口，如何去跟踪房地产。第一类指标的话就是出口，对外经济部门的一个核心指标出口。对于出口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去预测？预测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应该从大到小入手。首先，我们应该有个大的框架性的判断，就是下一步出口到底应该上升还是下降，然后我们才做一些细节的判断，它下一步增速到底应该是多少。这个大的框架的话，对出口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参照的框架的话，就是朱格拉周期。这个就是前面我们给大家讲的，每7到8年都会有一轮兴衰的这样一个朱格拉周期。大家可以看出口的一个增速，就是我们红色的这道线和朱格拉周期的话，基本上是高度相关的，在经验上基本上是高度相关的。而朱格拉周期的一个指标的话，又基本上是顺周期的。就是顺周期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指标它不会像心电图一样是来回波动的，它一旦上升，它就会上升一段时间，这样我们就能对未来的话做一个推断，做一个趋势性的推断。所以如果我们把朱格拉周期当做这样一个坐标，至少我们知道在某个时段的话，出口走到哪样一个位置了，在未来的话，它大概率是走向兴还是走向衰。
比如在2016年的年初，大家看朱格拉周期的一个底部，这时候我们是知道朱格拉周期要回升了，全球的出口的话，大概率会伴随着主要工业国朱格拉周期的一个复苏，同步会有一个回升。这时候出口震荡向上，基本上是一个大概率。所以我们在2016年底，我们当时就判断出口的修复可能是2017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的驱动力之一。当时就是依据这样的一个经验过程，出口的长周期就是与朱格拉周期相关，由长到短。出口的短周期怎么判断？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这个就是我们短周期的一个出口，可以作为参照系的，就是我们拎出来的另外一个指标——工业企业产生品库存。大家应该有印象，刚才我们讲库存周期的时候讲到这样一个指标，它是库存周期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轮库存周期从上升到下降2到3年的时间，一个上升期的话不过是3到5个季度的一个时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短周期的出口的话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圈定。大家可以看出口的一个走势，个别月份可能是有背离，但是整体的走势的话跟库存周期的话基本上是相关的。所以很简单一个过程，在中美经济都在补库存的时候，特别在外部主要经济体美国和欧洲在补库存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好；在美国和欧洲经济都在去库存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差。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出口的短周期与库存周期相关。第3步的话，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指标对我们判断的这样一个出口趋势进行验证。这个验证的指标的话，大概分2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高频指标，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CCFI 和 SCFI。这2个指标的特点的话，是每周都会有数据，我们可以通过每周的这样一个指标的一个变化，以及它的一个同比变化，来对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好，到底是对还是错的话，进行高频的一个验证，随时进行修正。另外一类指标的话，是外围趋势的一个指标。大家想，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经济体，中国的出口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出口的话，在一定意义上是高度重叠的，比如中国和韩国。所以韩国的出口如何，可以当做我们判断中国出口趋势的这样一个外部验证指标。而恰好是每个月的时候的话，韩国出口数据又比我们的出口数据要领先一步公布，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指标了。每个月如果韩国数据出口非常强，我们理论上不用太担心中国的出口。如果韩国数据出口比较差，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月出口的话，大概率会有一定问题。2个指标在相关度最高的时候，一度达到接近90%的这样一个相关度。另外的话，还包括中国台湾，包括越南的出口。我记得在08年4季度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出口数据，隐约感觉大的问题要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不光是中国出口，连越南这样一些做劳动密集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它的出口都在快速下降。大家想一下，对一些高弹性的一些产品，它可能会随着需求的下降，它的整个量会下降比较快。而有些的话，其实属于生活必需品。如果是生产这样一部分产品的经济体的话，它的出口都快速下降，这个证明全球需求确实出问题了。所以越南出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越南这个国家这2年整个发展非常快，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U2 的这样一个经济合作框架，中国去做中高端，越南去做中低端。目前越南像玩具、服装中低端电子产品，然后整个量在快速的上升，然后整个越南的 FDI 的话也在快速的增长，所以这也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除了出口之外，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指标，我们需要预测的指标的话，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的就是销售。房地产销售怎么去跟踪或者是预测啊？很简单，告诉大家，它基本上取决于3个指标。一个指标是库存，如果是房地产库存紧张了，你会发现它的销量的话，反而更不太容易下去。只有在库存
偏高的时候，价格有压力，才会更多的人陷入观望，也就是买涨不买跌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所以库存是影响销售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指标的话就是价格，价格如果是涨或者是即将涨，这时候的话，整个销售表现是非常旺盛的，会有更多的人陷入的这样一个投资甚至投机的一个过程之中。而价格在开始跌了这种情况下的话，销售量的话可能会下来。这个是我们观察房地产销售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第三个指标的话是这个利率。这个指标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我们判断开工来说比较关键，因为对于房地产投资这一端来说的话，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和利率的话基本上是一个负相关的一个关系。大家可以看这张图，一个的话是房地产开工，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倒数，它基本上走势的话存在一个很高的一个相关性。这个对我们判断房地产系的一些指标来说是很好的一个诀窍。房地产有销售，有开工，有投资，这些指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的话做一个理解，就是最早一个环节的话就是销售，房地产开发商销售了多少面积的房子，这个是一个终端需求。销售的话形成销售回款，开发商拿到销售回款之后的话，一个是推动买地，所以它形成土地的一个成交量和溢价，形成土地的一个购置费。另外一块它是推动了整个开工的一个进程，所以形成了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建安投资。而这两块加起来的话，形成整个的房地产投资。所以理论上来说的话，大家想销售是不是应该走在投资前面的？以往一般是这样子的，但是这2年整个领先滞后性的话变得不是特别的明显。销售、新开工、投资，我们基本上可以视为一个同步同向的指标。所以这是我们房地产领域的指标的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以及我们对它的一个判断和预测怎么样来进行。这一块的第3点的话，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指标来验证房地产领域的一个变化。我举2个例子，一个是纯碱，一个是平板玻璃。纯碱本身也是用在平板玻璃的。我们知道，无论是房子还是汽车，你最终还是要用到玻璃的。所以房地产的上游的这个变化的话，会通过上游产品的一个价格变化，很敏感的反映出来。所以我们看，这是房地产的新开工面积的增速，它和纯碱的一个产量的增速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某个时段，如果我们感受到上游的整个纯碱的一个量或者是价格的话形成一个趋势，很可能是它的下游，就是房地产这一块的一个开工的话在加速了。这是我们对于房地产这个行业如何进行跟踪和预测。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在本部分，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去跟踪基建，如何去跟踪通胀。刚才也讲到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的话，叫做基建投资。基建投资的话，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来发起的，中央项目的一些基建以及地方项目的一些基建，它其实跟整个财政的话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讲基建投资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财政部门的一个构成。简单来说，财政部门是由4本账来构成的，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财政到底分为哪些部分，大家记住这样一张图就行了，整个财政部门的4本账。第一部分的话叫做一般公共预算，它是由整个政府部门的财税收入以及一般财政支出来构成，就是整个政府部门收多少税，然后收多少费，构成整个政府部门的一般财政收入。在这样的一个一般公共预算的一个框架内的话，它会有一些财政支出，然后这些财政支出的话用于各个环节，用于基建啊，然后用于整个养老或者是健康啊，用于这个教育部门啊，每年的话
政府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这样一个预算体系出来，这个构成我们的一般公共预算。另外一块的话叫政府性基金预算，它的一个收入项的话，就是政府收入项的很大的一块，叫土地出让金。大家直觉上应该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财政的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土地财政，与土地出让金的一个多少的话，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因为政府基金性预算这一块这本账的一个存在。土地出让金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在政府基金性预算之下的话，它这部分钱的话又可以用于一些部门的一个支出，所以政府基金预算这一块的话，对于财政来说是第二本账比较重要的一本账。第三本账的话是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就是我们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它的营收和盈利的话，其实直接跟政府部门是有或多或少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国有企业利润的话，本身就构成整个大财政的其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所以这也是国企在我们这样一个财政体系内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功用和价值。所以这是我们整个财政部门的第三本账，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第四块的话就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就是我们的社保了。前段时间整个社保的问题，就是明年1月1号社保由税务部门来征收，成为整个市场热议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人说，为什么在经济下滑期，现在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从严去征收社保呢？我们这个社保的话，难道不能更放松一些吗？但实际上，社保的整个收支的话，也有它的一个预算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整个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今年的收入项和支出项的话，都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都是在30%以上。因为它的支出项的话，是跟整个退休人员的多少跟整个社会负担的话是有直接或间接的一个相关性的。在我们进入老龄化的这样一个时段，整个社保的一个压力的话本身就是在上升的，所以这时候的话，对于财政来说的话，它必须考虑这一块的一个平衡。所以这是我们财政部门的4本账。在理解整个基建投资之前的话，我们必须对这一块的话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基于刚才财政部门的4本账，我们过渡到另外一个概念，就叫广义财政。就是我们知道每年政府的一个预算的财政的话，这个属于狭义财政。除此之外的话，政府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支出，这些支出的话也都可以用于基建，比如这个基金性支出，比如地方专项债，比如这个政策性金融债，还有一部分城投债，再比如政府参与的一些 PPP 项目，这些加起来的话就构成我们的整个广义财政。这是我们平常看宏观或者策略报告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词汇，就是广义财政。比如对于今年来说，大家知道其中专项债这一部分，地方专项债 1.35万亿，这个是今年下半年整个广义财政很重要的一个支出项。今年上半年本来预算是 1.35万亿，上半年的话基本上都没有用，到下半年的话，对财政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来源。这是我们广义财政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匡算出每年的一个广义财政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匡算出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增速，我们基本上就有一个概念，这一年有多少资金可以去支持基建。如果我们想要基建增长 12% 或者 10%， 到底能不能够支撑，能不能够完成，这个怎么去看？本质上就是去匡算整个广义财政。财政支出每个月都会有支出进度的这样一个概念，有整个的广义财政框架，有每个月的话完成全年的一个广义财政的一个比例多少。根据这样的一个支出进度，我们就可以大致的去推算基建的一个走势。大家看，这是曾经在2017年的整个支出的一个进度跟基建走势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现实过程中去推算基建增速的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根据广义财政的一个框架算出整个财政有多少钱可以去用于基建，然后根据这样一个支出的一个进度，然后去推算
基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走势。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基建我们的一个跟踪和预测方法。从经济的驱动力来看，出口、房地产、基建是经济的3个最大的驱动。有人说还有消费呢，消费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大家想一下，消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话是属于刚才3个原发性驱动的一个衍生指标。比如我们的消费里面，我们的每个月的社零里面有一部分的话就是地产系的消费，家具、家电、装修，甚至汽车，它都是受卖了多少房子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而这些都是消费里面最主要的一些构成大项。所以从经济的原发驱动上来看的话，出口、房地产、基建的话是3个大的源头，它们各自贡献多少呢？之前很多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一个角度，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框算，就是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大致是3成，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大致是3成，基建对经济的影响大致是1成，其余的就是其他一些驱动，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那么需要再提示一点的是，我们这里讲的出口或者房地产指的是整个产业链，这个也是市场上很常见的一个误解，有很多人受支出法下的 GDP 误导。我们看支出法下的 GDP， 我们知道整个出口对于净出口对经济的影响的话是很小的，但是净出口在整个支出法之下只占整个 GDP 比重的 2%， 它衡量的就是出口减进口加上服务贸易顺差这一部分。出口真正的作用在于通过出口上下游产业链去拉动资本形成，这一块的话才是出口对经济的最主要的贡献。就好像是房地产本身的营收代表不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对于经济的影响一个道理。对，从整个投入产出表的一个角度，出口和房地产是其中最关键的2个大项。除了增长之外，另外一类比较重要的指标的话就是通胀。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通货膨胀该多好，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你赚的所有的钱的话都是不会贬值的。但实际上大家想一下，通胀的话是经济内生的一个东西，是一定会存在的一个东西。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的话，通胀也是一定会产生的。为什么？因为资金是有时间成本的。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有100块钱，你这100块钱你有2种选择，一种是放在现在去消费，另外一类的话一种选择的话就是你把这100块钱给存下来，放在未来去消费。只有这个钱放在未来能给你带来的回报最高的时候的话，你才会忍住现在不花而把它放在未来。所以中间的话，这个钱放在现在不用，它中间的话会有一个利息补偿的，这个就是资金的一个时间成本。你借钱给别人，或者你自己把钱存起来，这个一定中间有一个增值的过程，你才会愿意。所以资金如果有时间价值，对于经济来说本身就会有通胀的一个过程，通胀只有多或少，从长期来看一定会是存在的。那么我们怎么去跟踪通胀，怎么去预测通胀这样一个过程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模型叫通胀的三角模型，它指的就是通胀是由3个因素来决定的。第一个因素的话是产出缺口，第2个因素的话是通胀预期，第3个因素的话是一些输入性因素，包括油价、汇率啊。这个可以是我们理解整个通胀的主要的框架。我们平常去理解某一年的通胀到底是高还是低，多还是少，主要是可以通过这样的3个因素的话去做一个跟踪。产出缺口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学概念了，它指的就是说，当一个经济体它的现在的产出低于实际产出的时候，这个经济体的话，它现在就处在一个增长逐步向上的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到产出高于实际产出的时候的话，整个通胀就会逐渐的
上来，然后这时候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内生的一个通胀，所以产出缺口法是我们去预测整个通胀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产出缺口基本上可以去判断一个年度的一个大致的通胀水位。所以对每一年的通胀我们怎么判断？通过产出缺口去判断大致的一个方向，上升还是下降，同时通过年内的一些因素，比如翘尾因素来判断年内的一个分布，这是我们对通胀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法。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两个大致的一个框架之外，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些高频指标对通胀进行一个同步的跟踪。在非食品这一块，我们可以去选的指标非常多，比如通胀里面有一部分，中国 CPI 里面有一部分就是燃油类的这样一些消费，然后我们可以根据 WTI 的一个原油价格的话去跟踪，然后有一部分的话是医药服务类的一些消费，它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高频指标，比如这个三甲医院的一个诊疗费啊，比如这个成都中药材的一个价格啊，根据这些去跟踪。所有的非食品类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个高频数据的跟踪体系。食品类的就更多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农业部的菜篮子价格指数、山东的蔬菜批发价格指数、前海的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来高频的去跟踪价格类的指标。我们知道通胀里面食品特别是食品里面的猪肉往往是衡量这个带动通胀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在每一次通胀周期到来的时候的话，基本上宏观研究员都会硬生生的被逼成一个农林牧渔研究员，基本上都是研究猪肉、研究猪的一个专家。然后就是因为通胀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的话，是由这一块去决定的。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中国的 CPI 到底有没有低估通胀？这个在学术上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很难说有一定的一个定论说 CPI 低估通胀或者是高估通胀。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 CPI 里面有一个分项叫做房租。CPI 房租每年的一个涨幅的话，大概是2%到3%，而且是弹性比较低，增幅比较稳定。过去15年的它的一个累计涨幅的话，大概在70%、80%的样子。这个的话，可能和我们的直觉的话有一定的背离。大家想一下，过去15年，1、2线不用说了，但是3、4线的房租的话，大概涨了多少？所以，如果单纯从租金这样一个指标来看的话 ，CPI 可能是在一定意义上低估通胀的。这个也是我们做很多宏观预测的话必须去考虑的一个因素。比如我们很多行业分析师做行业的一个现金流折价模型，它可以算清楚一个公司或者一个行业未来会产生多少现金流。这个现金流的折现的话是考虑到整个市场适用的一个贴现率进行贴现的，但是算出来的股价往往市场并不认。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算出来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公司，算出来一个公司价值100块，但是这个公司的股价的话往往一直会是在50块左右去徘徊。有人说是因为市场无效，我这时候的话我这块股价没有反映这个公司真正的一个价值。但是大家有没有想，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适用的一个贴现率的话太低了。也就换句话说，整个社会、整个资金、整个货币在比你想象的一个快的一个速度在贬值。这个企业带来这个现金流如果折到现在的话不值那么多钱。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是最聪明的，市场先生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它自动的会把这部分价值给折回去。所以绝对收益法就是我们的现金流折现的方法，在很多时候的话面临的这样一个理论和现实的一个背离，我个人觉得是跟整个贴现率的低估的话是有一定关系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
上面我们给大家讲了在框架之后的另外一个过程，就是数据的一个验证。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来验证我们心中的一个假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的话，我们跟大家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政策分析。我们知道，如果是简单的一个宏观框架，我们基本上只考虑整个经济的一个增长以及它背后的一个驱动就可以了，出口、房地产、制造业。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宏观框架的话进一步的复杂化，我们再进一步的加入一个因素，就是政策分析，整个事情的话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更难办一些。政策分析对于宏观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自己做这么多年的卖方分析师，我一直是有一个理想，就是如果我未来能够组建一个人数更多的一个团队的话，我就希望就是未来能有人专门去做政策分析。就是一个完整的宏观团队，在我看来应该是由几块构成的，有一个人专门去盯实体，有一个人去盯货币，有一个人去盯海外，然后有一个人去盯大宗商品，还有有一个人去盯产业链，还有2块的话可能是目前主流的宏观框架都不包括的，就是有一个人负责宏观量化，就是通过更冰冷的各种量化的方法去分析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像做实验一样找出其中的所面临的一些面对的一些结论。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政策分析，政策分析是宏观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以前我接触国外一个做对冲基金的朋友，他曾经跟我讲过，他说在美国有对冲基金就把自己视为一个做技术的公司。为什么是做技术的公司呢？就是因为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在这样的一些公司里面的话，它其实使用的淋漓尽致。比如他们使用 AI 去观察美联储发言人的一个面部表情，来判断他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对政策的一个把握的话就可以更进一步。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是觉得代表未来的一个方向。另外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政策的语义分析。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政策所描述很多事情的话，它不像我们市场人士，我们平常在谈什么事情，我对哪些乐观，我对哪些悲观，我可以说得一清二楚，我会说得比较明白。但是政策语言不能是这个样子的。比较规范的政策语言，如果按照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标准的话，它应该是中期相对来说比较确定，就是尽量不干扰市场的预期。我未来3、4年要加息，我是把这个事情一直在表达，跟市场的话沟通的一清二楚的。但是短期的语言表达的话还是很模糊的，特别是原来大家会经常拿来做调侃的，就是格林斯潘的一个语言风格。他说一句话出来，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乐观还是悲观，因为他担心这个过程会对市场的预期带来一个更大的扰动，就资产价格会因此形成一个泡沫或者过度的一个下跌，所以他尽量会把这个过程表达的更为模糊。中国的政策语言其实本质上也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的语义分析，就是我们需要按照政策语言习惯去分析它哪一块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中国现在有的大学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小组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比如他用主流的官方媒体的报纸，然后抽取过去20年的这样一些政策语言的表达，然后用大数据去分析，找出其中的一些规律出来。就是每次当我说到什么什么词的一些时候的话，可能意味着政策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在哪些阶段，当哪些词的一个频率开始上升的时候，可能会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一些数据分析的话，其实是人力很难去达到的，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大家一定要相信未来 AI 的一个发展，所有的工作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包括宏观分析师的工作。当然除了演讲可能我比 AI 稍微有点优势之外，其余的话我觉得没有不可以替代的。政策语义学的一个分析，平常我们也会看到大量的这种
政策语言，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背后的一个意思？这个确实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些重要的一些政策语汇，比如第一个词叫研究。我原来接触过一类投资者，他们可能是对资本市场没有特别好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对中国的这样一些现实了解不太够。他们看到政策语言里面提到这个我们对一个事情要研究的时候，感觉非常兴奋。我就告诉他们说，研究意味着这个事情是暂时不准备去做的。在研究之上的有一个词的话叫积极研究，这个就稍微靠谱一点了。研究的话可能是定位在未来5年之后需要做的一个事情，积极研究的话可能就会缩短为3年了。在积极研究以上的话，有一个词叫推进。推进的话，证明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靠得稍微更近一点了。我们这时候的话，确实会把它当做一个政策重点工作，但是依然会没有时间表。在推进之上有一个词叫积极稳妥推进，这个意味着政策对这个事情的话是存在兴趣，认为它是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同时又觉得它目前面临一定的约束。所以这时候政策强调积极又要稳妥。在积极稳妥之上的话，有一个词叫积极推进，这个就会更进一步了，证明目前来看的话，对这个事情的判断的话是比较顺畅的。那么就是准备工作，然后积极推进，尽快的话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能够落地的一个状态。如果再往上的话，加快推进，这个事情就更靠谱了。证明的话就是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一个能够推动它落地的一个环节。在加快推进之上的话，有个词叫择机推动。从推进到推动，这个从汉语的语义上来说的话，其实整个效果就已经出来了。到择机推动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到了一个即将落地的落实的这样一个环节了。如果能从择机推动变为推动，这个事情就更靠谱了，就更好一点了。如果再强化，加一个副词强化一下，积极推动，那可能就证明是在我们能够预测到的这样一个政策时段的话，能够付诸实施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个政策语义学的话，其实就这套政策语言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本身还是比较合理的。美联储本身也是有一套政策语言，它也会有它的一个表达习惯。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需要对这样一个过程去熟悉、去认知，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一直推荐很多人，就是你研究金融市场上的宏观，你一定要养成看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一个习惯。很多事情政策都会告诉你它未来会这么做，未来会怎么去做，只不过是就像一句清代的诗一样，当时只道是寻常，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这个事情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事后来看的话恍然大悟。政策因素对于市场定价来说的话，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所以对我们宏观分析来说的话，一定要去把握这样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在2016年之后，我们政策推动去产能、环保和金融去杠杆，这样3个大的政策方向是确定的。它对我们资产定价这个过程意味着什么？那么大家想一下，去产能意味着原来一个社会的一个产能本来有100万吨钢，现在政策只允许你生产50万吨了，这意味着小的一部分产能可能会被淘汰掉。环保意味着原来有100家企业，现在可能只有50家了，其中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被淘汰掉。金融去杠杆意味着原来有100种融资渠道，其中有一部分高杠杆的渠道被清理掉了，只留下50种。那么所有的这3种政策都会导致一个统一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的话未必是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但是就客观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到它至少是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会导致整个资源的话在产业层面变得更为集中。
它会导致政策资源，然后产业资源、金融资源更多的会集中于整个行业少部分龙头企业，或者是一个行业的一些规模以上企业。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去产能、环保或者金融去杠杆这样一个政策导向，会导致整个资源的一个集中。资源的集中会带来什么？一个很显然的一个效果就是中小公司的一个资源可得性下降。这个也是在任何一个经济体里面都会出现的这样一个基本规律了。大家想一下，就像抽奖一样，如果是阳光普照，那么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压力，你肯定有一个奖品。那么如果所有人100个人的话，只有一个1等奖，那么对一些运气不太好的人来说的话，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政策集中的过程中的话，一定会带来中小公司的一个资源可得性下降。所以资本市场的话又是反应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在2016年之后，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现象，就是小公司的一个溢价变折价，核心资产蓝筹股的折价变溢价。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不去管政策的一个初衷，单独从一个政策的一个客观效果来推演它可能会对资产定价产生的影响，这个是政策分析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除了政策之外，另外一块内容的话就是中长期的政策，或者我们叫改革。在谈改革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下中国经济有哪些结构性问题需要改。在80到87到这个18到20岁的时候，是中国出口产业链最好的时候。当80到87到25到28岁的时候，是中国地产产业链最好的时候。后面出口和地产都先后下去。那么对政策来说很简单，出口不行的时候用地产去支撑，地产不行的时候用基建去支撑。所以在过去20年，我们可以看到地产和基建这样两个关键的链条对于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意义，它是中国经济最关键的2条产业链。那么所有的结构性问题都与此有关。首先，地方政府去做基建，它不能以政府的名义直接去融资，它必须以公司的这个名义成立一些平台，然后来发动这样一些地方上的基建项目，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融资平台。由于地方政府的话，它天然有一个预算软约束的一个特征，所以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的一个负债率的话，有一个高负债的一个倾向。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一个结构性问题。那么与融资平台相对应，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金融部门。金融部门要对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发展主体、投资主体进行融资。传统的银行渠道的话是完不成的，比如我们的地产产业链，比如我们的地方融资平台，你如果要融资的话，你还要通过一些金融创新的手段。在过去几年的过程中，这样一些金融创新的手段逐渐形成一些类银行的这样一些融资体系，但实际上它又不像传统的银行表内那样那么容易受约束。这部分的话，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影子银行。在各地都发展融资平台、发展影子银行的过程之中，各地都形成自己的基建和地产产业链，以及这些产业链的上游。在上游的话，就特别容易存在一个重复建设的一个问题。一个省市有自己的水泥厂，另外一个省市也是希望有自己的水泥厂，然后一个城市有自己的钢铁厂，另外一个省市也希望存在自己的钢铁厂。久而久之，形成几个问题，就是高污染、高耗能、产能过剩。这个就是中国经济的第3个结构性问题，叫2高1剩。各地都在做自己的基建，都在做自己的房地产，整个城市半径在不断的扩张，在不断的扩大。这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土地资源的一个紧张，
以及土地价格的一个上升，土地价格带动房产价格。那么对居民来说，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看到房价在不断的上涨，所以这时候他愿意参与到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来，而这又进一步的推高了房价的一个泡沫性。所以这是中国经济的第4个结构性问题，叫房产泡沫。融资平台、影子银行、两高一剩和房产泡沫，在过去10年过程中是逐步形成的中国经济的4大结构性问题，基本上都和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增长模式是有关系的。在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上来之初，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政策要对这些结构性问题进行下手，因为它愈演愈烈，确实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所有的人都在猜测政策的出牌顺序。我印象中，在2012年前后的话，基本上1半以上的人都猜测政策会先对房地产下手。因为当时的房地产不像现在，这2年的话，整个新房的价格还是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控制的，而且又经过了后面的一轮房价上涨，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人已经习惯了。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意识到房地产这个泡沫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政策应该先把这个问题有一个解决。但实际上政策是先绕开房地产，先在2013年对影子银行进行治理。这个过程从事后来看的话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影子银行、融资平台还是两高一剩，都跟整个房地产产业链有或多或少的一个关系。如果你先去解决其中最内核的一个问题的话，后面这几部分很有可能是一个失控的。所以就改革的一个顺序来说的话，就外围向内进发，然后由表及里，这个过程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科学的。在2013年，政策先是对非标业务进行监管，2013到2014年对非标业务进行监管，至此完成整个影子银行治理的一半。到2016年、2018年又开始治理另外一半，就是我们的泛资管业务。后面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一轮知道的金融去杠杆。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政策开始对融资平台下手，先是43号文，后面是新预算法，后面是88号文，一直到2018年的隐形债务的一个控制，这个都是意图解决第2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融资平台。2016年开始，政策逐渐对两高一剩问题试图进行一个解决，先是去产能，2017年逐步过渡到环保，经历了一轮剧烈的去产能以及一轮环保风暴，两高一剩问题的话得到了一个控制。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房地产的一个长效机制开始逐步浮出水面，无论是我们的公租房，还是我们的租售同权，还是大家在有预期但是未来不敢太确定的房产税，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链条。所以从影子银行到融资平台到两高一剩到房产泡沫，就是我们这一轮结构性问题治理的一个大致顺序。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几年的一个结构性政策，在一系列环节我们的政策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首先逆转了整个上游的通缩，通过去产能逆转了整个上游的通缩。在2015年之前，我们很多人调侃很多钢铁厂生产1吨钢铁还不如1车白菜的一个利润。由于上游价格是通缩的，整个下游价格的话其实都处在整个通缩的传递过程之中，这个对经济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伤害。而经过这轮去产能，我们解决了上游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问题，把上中游企业从通缩过程中拉了回来，这个是这一轮政策很明显的一个成果。第2点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融资平台的治理，初步建立了地方举债的一个增量规则。我们新预算法，然后对整个地方政府预算的话有一个初步的控制。另外我们通过隐性债务的一个认定，然后又进一步的去控制整个地方政府的这样一个存量和增量债务。所以这也是我们政策的成果之一。
那么在另外几个环节，我们通过环保控制了高污染、高耗能。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都有直觉。过去我们有很多1、2线城市污染的话，应该是非常严重的。这2年确实是在好转，整个高雾霾、高污染天数的话在下降。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通过金融去杠杆，部分消除了金融产品的一个高杠杆，来降低了金融产品领域的一些风险，以避免后期在这个领域引发系统性风险。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房产泡沫领域，过去几年通过新房价格的一个控制，基本上控制了整个新房价格的过快上涨，这个对二手房价格也形成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预期。这2年的话，在房价这个领域的话，原来相对来说整个房价上涨过快的情况的话，还是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一个控制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在讲了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之后，在本部分我们主要分享一下政策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作为结构性问题的层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目前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些举措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开始呈现。我们分别给大家做一个梳理，一个是供给侧改革对于上下游价格的一个影响。大家看这张图，这里面的话，红色的线的话就是我们的南华工业品指数，黄色的线的话就是发电耗煤的增速。在讲高频数据的部分的话，我们曾经给大家提出过，有3个指标是每天都应该看一眼的，衡量整个经济运行的很重要的指标，其中有一个指标的话就是发电耗煤。大家可以看到2018年整个发电耗煤增速在震荡下行，这个证明经济的量在收缩。在2017年经济在扩张，上游价格也在扩张的时候，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上游的供给收缩对于中下游的一个影响，只有到今年整个经济开始收缩的时候，这个副作用才可以显现出来。随着经济的收缩，客观上需要上游价格去降价，来为下游释放盈利空间。这个就是奥派所讲的通缩对经济的一个疗救机制，就是在通缩的过程中的话，它其实是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出清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经济开始通缩了，开始收缩了，然后上游价格就降价，然后这时候中下游的成本就下降了，成本一下降，利润空间被释放出来了，到一定程度之后，下游愿意投资了，这个投资的话逐渐在积累，逐渐把经济给拉起来，这个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机制。但是由于供给收缩的存在，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在整个中下游价格在收缩的过程中的话，上游价格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调整的，整个南华的话一直在高位，甚至在震荡往上，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上游和下游利润分配的这样一个问题，以及价格形成机制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上游的话，国企为主，下游民企为主，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们国企民企的问题。按照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游4大行业占整个工业企业新增利润的一个比例，今年1到9月份是76%。大家想一下，这个对中下游这一块来说确实是一个负担，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整个上下游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所在。有很多人都会关注税费，但实际上大家想一下，无论说税费是不是高，过去几年它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并不是说整个税率突然高上去了，但是成本的话却是这2年边际变化最大的一个点，这个点的话才是经济的一个关键压力所在。另外一个问题是影子银行的治理，以及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来的金融市场的二元化。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复杂金融的一个形态，就是我们除了银行之外，我们有
各种各样的融资渠道，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然后金融产品的设计一度也非常复杂，它跟北欧啊、跟美国啊这样一个金融业态的话都不是太一样。那么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这样一个复杂金融为什么会产生？它其实有一定的内生性。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这个间接融资为主，中国的信用链条非常长，国企、股份制、民企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信用等级，所以原来的除了银行体系这以外，还有一个融资渠道，我们统称为表外。表外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整个金融系统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它是内生出来的这样一套融资体制。我举个例子，比如我是一家中小企业，我的信用等级比较低，基本上无所谓信用等级，然后我也没有抵押品，我也没有政府隐性信用背书，那么这时候我的融资成本是10%、12%还是15%？这个原来是表外去确定的，它相当于一个风险换收益的一个过程。我在10%的时候，如果我拿不到融资，那么我就知道我的融资成本应该提高到12%。如果我12%拿不到融资，我就知道我应该通过金融产品的设计，把我的融资成本提高到14%。所以原来它是由这块高风险资金的一个融资成本是由非银去协助银行去完成产品定价和设计的，它在客观上是完成信用定价的一个功能。那么现在这一块内容没有了，或者部分没有了，它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信用定价标尺的一个消失。我一个中小企业，我一个融资成本到底是10%还是15%，是没有人告诉我的。一个方向的话是表外回表，但是对于表内来说，大家想一下，它只有6%到8%的一个融资成本。这时候银行愿意不愿意把这部分钱贷给高风险的中小企业？其实银行是不愿意的，除非这部分中小企业进行风险定价的一个补偿。所以表内贷款利率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个最高限价。经济学告诉我们，最高限价容易带来短缺。所以这也是这一轮我们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背景，也是后面政策开始修正和进一步去推动中小企业融资顺畅的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之一。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第三个结构性问题的话是实体去杠杆和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大家知道，在控制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之前，在实体去杠杆之前，地方政府确实有一个倾向，就是多增加投资，多增加负债。这个对经济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越来越沉重的一个负担。整个负债率的话是不能太高的，太高的话，它会存在一个现存资产的一个存续压力。这个压力大到一定程度，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风险。大家想一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偏高，以及中国的基建增速偏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殊背景的。那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它是一轮增长的一个发动者，它除了承担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功能之外，它还承担着再投资的功能。地方政府投资的话，主要是去做基建，所以这个客观上也带来了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偏高，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基建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概念，政府做基建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仅仅是这样子的吗？大家知道，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的话，全世界的政府做基建都是没有效率的，所以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市场失灵。但是基建本身的效率是不是完全能够衡量基建带给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广州和深圳之间的高铁，在广州和深圳之间通高铁之后，我30多分钟就可以直达，我可以上午在广州开会，然后下午就到了深圳开会。两个城市的城市半径都得到一个扩展，
2个城市涉及的几千万人，它的一个出行效率的话都得到了一个提升。这个效率是不能反映在高铁项目本身的一个投资回报率里边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这个过程本身不存在经济效率。同样，大家想一下，在3到5年之前，很多人都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随着1、2线成本的一个上升，我们很多产业可能都会被迫转移到东南亚。但是在过去几年过程中，恰恰有另外一个现象出现，就是随着高铁网络的普及，随着高速公路网络的普及，中国有一部分2、3线城市在形成它的一个新的城市带和工业带。对这一块，对这个新的工业带来说的话，高铁网络的普及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整个交通基础设施它本身的一个效率并不能完全以整个基建的一个 ROE 或者 ROIC 的话来衡量，这就是整个基建的外部性问题。所以对整个基建项目来说，对整个地方政府基建来说，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从过去3年的15%，如果降到一个名义 GDP 的一个水平，大致是合理的。这一轮整个基建的增速从过去3年的15%一度降到0增长，甚至单月的一个增速更低，这个在一定意义上的话是存在着超调的。有一位著名的投资家叫瑞达利奥，他是全世界对于去杠杆研究最深的人之一。他曾经提到一个词叫漂亮去杠杆。什么叫漂亮去杠杆呢？达里奥把去杠杆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话叫通胀去杠杆，就是你的杠杆率高没有关系，这时候我多印钱，通过印钱把这部分负债给化解掉。这个方式当然是有效的，但同时它对所有人，尤其低收入者是不公平的，因为低收入者没有资产，没有资产可以抵抗通胀。另外一种方式叫做通缩去杠杆，很简单，我有100亿的负债，这时候的话我就不做什么事情了，我收入10个亿，我先去还负债，再收入10个亿，我再去还负债，直到把这100亿的负债还完之后，我才开始新的建设。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当然是清清爽爽，但是它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在还款这个过程中，没有新的一个建设项目起来，整个经济的话是在不断的下降的，新的一个通缩力量在出现，这个会导致有一部分企业的话难以为继，它会被动的去加杠杆。我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去贷款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对经济来说，它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么达里奥综合了通胀和通缩去杠杆的一个优缺点，提出一个词叫做漂亮去杠杆。怎么叫漂亮去杠杆呢？达里奥说要保证名义增长率超过名义利率。就比如我一个地方政府，我一个负债成本的话，假如是7%到8%，那么我要确保我的整个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在7到8以上。这时候的话，我去杠杆的整个过程才是连续的，相当于我同时考虑了增长和去杠杆这2块内容。这个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在去杠杆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也是逐渐的从去杠杆到漂亮去杠杆，做这样一个逐步的过渡和转化。漂亮去杠杆的一个要义，就是要确保名义增长率超过名义利率。这时候的话，你要保证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速度，不能有一个过快的下跌。同时的话，你要保证新增负债的话不会再度过度的增加。所以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就是我们这一轮政策思路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在10月29号，刘鹤副总理指出，通过毁灭性创新，中国经济中一些过剩领域的价格水平回归均衡，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下一步重点应该是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韧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我们这一轮从快速去杠杆到稳杠杆到漂亮去杠杆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转变。理解了前面我们所讲的整个结构性问题，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我们就能够理解从去杠杆向稳杠杆这样一个思路的一个大致的转变。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了政策分析对于宏观研究来说的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一个思路，以及这样一个思路的一个渐进转变。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前面介绍了宏观分析的各个环节，那么在本部分我们将进一步过渡到资产定价。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研究，我们大家知道本质上是为资产定价服务的，我们所有的东西的话都是为了从中找到套利的机会，从中为了赚钱，这才金融市场宏观研究的一个核心的目标。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从宏观基本面到资产定价这样一个环节的一些要点。前面实际上我们讲了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增长是怎么来的，我们讲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周期然后以及经济增长各种各样的驱动，从房地产到基建到出口第二块我们其实相当于讲了第2个问题，就是增长是有成本的。我们无论是两高一剩，还是说影子银行，还是说融资平台，其实都相当于增长的成本。如果说经济增长只有成绩没有成本，那该多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经济学所教给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那么对资产定价来说的话，它其实很简单，它就相当于考虑到增长的一个基本过程以及这样一个增长的一个成本。资产定价本质上相当于把增长这样一个分子因素和成本这样一个分母因素的话做一个结合。如果你是高增长低成本，那么对应的资产定价过程就会非常漂亮。如果你是高增长高成本，那么基本上算比较正常的。如果你是低增长高成本，那就是比较糟糕的。这是整个资产定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其中增长过程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周期性的一个过程，从库兹涅兹周期到朱格拉周期到库存周期。成本的话更多的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一些系统性风险。结构性问题累积多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变成系统性风险。所以我们理解的整个资产定价其实就这2块内容，增长绩效和增长成本。那么再进一步的沿着这个框架做一个拆解，金融资产定价它本身是由3个标尺来划定的。第一是这种资产的一个名义增长率，或者我们叫这个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换句话说，就是你买这种资产，它预期能给你带来多少的一个收益。比如我们买一个房子，它未来能给你带来多少房租上的一个现金流。我们买一个股票，它未来能给你带来多少分红，能够带来多少这个企业利润的一个增长。这个本质上就是这个资产的增长率这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的话是我们买这个资产所要花费的一个时间成本。你持有这个资产的话，你是要花费这个时间成本在里面的。你持有这个，你就不能持有其他的。所以在你持有这个资产所花的时间里面的话，所能取得的最大的其他渠道的一个投资价值，就是你持有这个资产的一个机会成本。这个对一个资产池来说的话，基本上是由无风险收益率来决定的。就是我们持有任何一个资产，它的一个成本就是无风险收益率。你为什么去买这个股票？你为什么去买这个房子，而不是把它变成存款或者变成债券，或者明明是毫无风险的？就是因为前两者你预期收益一定要比无风险收益率这一块要高。第3块的话就是风险溢价。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预期的这样一个持有这种资产能够取得收益的过程，在多大概率上能够成立。所以这就是资产定价的3个环节。金融资产定价一句话就是在既定概率下我们的预期现金流折现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既定概率之下，我们把预期的收益按照无风险利率贴到现在。这是整个金融资产定价的3个标尺，也是整个金融资产定价的一个根本过程。实际上，不同类型的资产，它的资产定价过程都不会超出这样3个基本因素。比如我们讲股票的一个定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个股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企业盈利。一个上市公司，首先它必须是盈利的，至少从长期来看是盈利，你短期可以不盈利，长期来说一定要是盈利的，否则来说就是一个故事。企业盈利是资产定价的一个决定因素。另外一块是无风险利率。为什么我要买这个股票而不是买债券？债券明明是零风险的，国债的话明明是零风险的。那么这个无风险收益率的话，就是我们持有这个股票的一个机会成本。我们股票所带来的所有的未来收益都要以这样一个无风险收益率贴现到现在。这是我们讲这个股票定价的第2个因素。第3个就是风险溢价。我买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名的，而且行业非常稳定的一个公司，跟我买一个独角兽，然后我们买一个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成长型的公司，它所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风险溢价或者风险折价就取决于这样一个风险，就取决于不同资产的一个风险。你买一个快速成长的公司，你面临着更高的一个风险；你买一个非成熟型的公司，你面临着一个更高的风险。客观上意味着你要求的风险回报要更高，这个就是风险溢价要更高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股票的一个定价本质上是这3个因素来决定的：企业盈利、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这也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理。这个现在对我们来说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是无数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探索了那么多年，通过在顶刊上一篇一篇精湛的论文的话所堆积起来的这样一个定价体系。这个是无数人智慧的一个结晶。除了股票之外，债券也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债券也是有3方面的因素来定价的。一方面，名义 GDP， 它相当于我持有这个债券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个预期的回报率。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债券的无风险利率。那么有人说它本身的话就是一个无风险利率的一个含义，它的一个无风险利率怎么来衡量呢？一般认为美债是全球无风险收益率的一个锚，所以这一块的话，内外利差就相当于它在这一块的一个定价因素。除此之外，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债券资产对应着不同的风险溢价。汇率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讲汇率的3个定价因素，首先就是购买力评价，它意味着你本身的这一种货币，你的按照你的整个货币能购买的一系列的商品篮子对应的一个价值，来确定你这个货币本身的一个购买力。这个是货币的这种货币的一个定价基础。第2块的话是由利率评价来决定，就相当于考虑到这样一个货币定价过程所面临的一个无风险利率。第3块也是风险溢价。所以整个资产定价过程表面上看上去很复杂，实际上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为最终这3个因素：预期收益率、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首先是股票这样的一种资产，它的定价这3个因素。第一个因素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盈利，盈利的话就是这个公司自身企业盈利的一个规模和增速了。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宏观一点的话，它其实是由 GDP 来决定的，所有的行业都捆绑在整体的经济增长上面。GDP 相当于所有行业、所有企业的整个盈利增长的速度的一个总和，一个加权变化的一个总和。所以它的分子的话，我们可以视为 GDP 或者是企业盈利的增速。而它的分母的话，就是由无风险利率。现实中来衡量无风险利率的，一般是用类似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这样的一些指标，以及风险溢价来决定。
这就是股票的一个定价模型。其中分子部分的话，就是考虑的就是盈利，而分母部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估值。这就是股票定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更关键的是，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不同类型的股票资产对于各个定价因子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股票资产，它的一个风格是有不同的。第一类的话是消费类的资产。消费类的资产有什么决定的？从量和价的两个角度，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圈定。消费类资产的一个量是与 GDP 相关的，但是它的一个特点的话，是与 GDP 存在一个负相关的一个关系，就是在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相对来说大家更相信消费类资产的一个稳定性，因为它相对于 GDP 来说，整个相关度最低。但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消费股的一个背景。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拆解消费的话，你会发现消费本质意义上的话，还是跟周期、跟 GDP 相关度很高的一个指标。比如今年的中国消费，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几块，一块的话是汽车，这个的话是今年下行非常快的，这个也是汽车被视为早周期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比 GDP 的一个下滑可能会更早、更快一些。另外，第二类的话就是地产系，就是比如我们的家具、家电、装修这部分的话，大家想一想，它跟地产销售或者地产系开工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一个相关系，它可能会滞后于整个 GDP 的一个反应，事后有一个释放。第三类的话是类似于像白酒、化妆品这样一些高弹性的一些消费品，看它的历史规律的话，其实基本上是和 GDP 的话高度相关的。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白酒类资产它的一个跨年收益率，我们在这里用的是一个价格的指标，核心 CPI。从历史走势来看的话，它基本上是一样的，它这一块包含着明显的一个周期性。另外一块的话是周期类资产。周期类资产的话，它的这个量的话，跟经济的景气度的话，相关度就更高一些。基本上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周期类资产的预期就会更好；经济下行的时候，周期类资产的预期就会更差。因为周期类资产它所有的一个增长绩效都捆绑着增长本身。另外一个就是价格因素，原材料价格、产成品价格是周期类资产很重要的一个观测指标。所以周期类资产在某种意义上和 PPI 以及上游的 CRB 原材料价格这一块的话，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一个相关性。第三类的话是创新类的这样一部分资产，就是我们俗称的中小创。这一类资产的话，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对分母更为敏感，就是它属于风险溢价敏感型资产以及利率敏感型资产。所以这类资产表现的时候的需要的一个背景的话，一般是利率下行或者是风险溢价下行，这是我们所理解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资产，它们各自的一个敏感度的一个区别。换句话说，很简单，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寄希望于周期类资产的话，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我们必须对经济增长或者对价格上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所以这时候要么经济超预期，要么供给收缩，价格上行超预期。什么时候我们对于消费类资产有一个很好的预期，要么是中下游的价格超预期，要么是整个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超预期，大家更多的追求避险的一个情绪。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对这部分创新型的一个资产的话有个更好的预期呢？要么整个利率在下行，要么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显著的上升，风险溢价显著下降。这就是三种不同类型的资产的一个定价逻辑。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
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讲完了股票定价的3个标尺，在本部分我们将对利率、汇率定价的3个标尺做进一步的阐述。另外一块就是债券这一部分资产，就是我们主要是讲利率的一个定价。前面我们也已经给大家做过一个解释了，利率和股票一样，它的这个定价因素也是分为3点。第一点的话是名义 GDP， 名义 GDP 决定利率的一个周期性，利率基本上是跟着名义 GDP 去走的。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红色的线的话就是名义 GDP 的一个波动，黄颜色的线的话就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均值，基本上是高度相关的。像今年这个上半年，我们的名义 GDP 从去年的11%下降到上半年的9点多，这个基本上伴随着我们的利率从 4.0 降到了 3.6。 那么在当前位置，为什么市场关于利率下行的预期在进一步的强化呢？其中因素之一的话还是经济要继续下行，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名义增速决定利率的一个周期。第二个因素的话，中美利差决定利率的一个水位。中美利差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大家知道中国的国债到底有多少规模是外资在持有？从存量来看的话，差不多是 8%， 但其中的增量就是2018年的新增国债，外资的持有部分是 50%。 这部分资金的话，大家如果站在他的一个角度想一想，他愿不愿意接受中美利率倒挂？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 3.2， 我们的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 3.2 甚至 3.1。 如果美国是 3.3， 我们是 3.0， 这个过程对这部分资金专门过来套利的资金来说应该是非常难受的。所以如果是利差，中美的利差缩小了，这部分资金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自由的流动，从而导致利率的话朝进一步抹平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走。所以中美利差这样一个因素的话，并不完全是定价的一个决定因素，但它至少会约束着整个利率定价的一个水位。今年如果我们不考虑这半个月，过去已经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3.6 附近，其中3季度的话，名义 GDP 肯定已经下去了。利率之所以没有显著下行，跟中美利差形成这样一个约束有很大的关系。而在这2天，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美联储副主席的一个表态，大家对美国加息周期比想象的要短这样一个预期的话，在逐渐的形成。他一个表态主要意思是，美国可能现在在逐渐靠近中性利率了。这个跟之前市场所理解的未来还要加息3、4次、4、5次的话，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事情之后，美债收益率的话，从 3.2 进一步的向 3.1、3.0 去靠。所以在这时候的话，整个利差的压力也进一步的一个释放，我们的一个利率也在往下走。第3个因素的话，就是风险溢价，它约束利率的一个弹性。对债券来说也一样子，它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系统性的和非系统性的一个风险。市场的定价里面的话，必须包含着这样一些风险因素。对风险因素的观察，我们一般可以通过这个期限利差这样一些指标的话，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对于我们的债券这样一个资产，对于利率这样一个资产，它也是3个定价标尺：名义增速决定利率的周期，中美利差决定利率的水位，风险溢价决定利率的一个弹性。这个因素的话，我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很生动活泼的一个视角，大家想一下就能明白。大家想一下，利率的本质是什么？利率的本质是你借钱给别人的一个成本，你借钱给别人要求的一个回报。这个回报的话，应该包括几部分。一部分的话是你借钱给他的一个预期投资回报率。你借钱给别人买理财产品，你借钱给别人买房子，和你借钱给别人做生意，这3种事情
你面临的预期投资回报率的话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的话会存在一个预期投资收益率的一个区别。第二点的话就是通货膨胀补偿，你在中国借钱给别人和你在委内瑞拉借钱给别人，你要求的回报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的话需要把整个利率无风险利率的一个水平考虑进去。第三块的话就是风险溢价，你借钱给别人买理财产品和你借钱给别人做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事情，你要求的回报率也是不同的。所以三者的话其实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利率的一个定价，这也是我们现实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朴素的道理。第三种资产的话就是汇率，汇率的定价的话基本上也是取决于这三个因素。从购买力评价的角度啊，可以客观的告诉大家，人民币的币值并没有高估，目前的一个水位人民币大概1比6点几，我们觉得基本上衡量了人民币在目前这种状况下的一个应有的一个价值，特别是就中长期来看的话，更应该是这个样子。人民币的购买力评价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使用这样一个币种，在未来的话，你购买一篮子商品，相对于你使用一个外币可以购买的一篮子商品之间的一个比值。这个就是汇率定价上所讲的溢价定律。理论上来说，你使用不同的货币所买的商品的话，应该数量和质量是一样的，所以才有不同国家之间汇率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很简单，你在中国用人民币买东西，或者你在国外用人民币买东西，你感觉是不是购买力足够强？或者换句话说，在中国你买到的东西，你是不是感觉更贵？这个的话我们自己可能都会有一个直觉，比如一瓶纯净水，你在中国买的话可能要1块钱人民币多一些，2块钱人民币，你在美国的话可能要接近1美元。中国贵的东西也有，比如我们的电子产品，比如我们的奢侈品，比如我们的房子。这中间的话，假如有一篮子定价，中间是有一个加权，这个加权的过程的话，本身就是我们的购买力评价。汇率定价就取决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你感觉用一国货币所买东西明显的买到的东西更少，就是这国的物价更贵了，那么意味着你的整个货币的话应该是明显的高估了。但就目前来看，我们觉得中国的这样一个过程还算比较正常。其实在2014年之前，海外对中国的预期的话并不是人民币贬值，而是人民币升值。当时就是因为中国的东西太便宜，老外普遍觉得人民币应该升值1倍，或者是升值更多，这是购买力评价下的一个基本结论。那么就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它整个变化过程不会那么剧烈，所以就整个中长期来看的话，我倾向于认为目前的一个人民币的话并未有明显高估，不存在贬值的一个基础。但是从短期来看，汇率的波动还会受其他2个因素影响。一个因素的话是内外利差，就是美国现在处在一个加息周期，而我们的经济相对来说目前处在一个调整期，我们肯定不会加息。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外利差的话，对人民币的一个汇率来说的话是不利的。另外就是在经济的一个调整期，相关资产的风险的话有一个上升，所以风险溢价这个因素的话，对人民币来说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年2018年人民币是一个小幅贬值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整个汇率的一个定价来说的话，它基本上是购买力评价、利率评价和风险溢价这样3种因素的一个结合。就未来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人民币汇率整个波动大体会是稳定的。大家可以看，从2007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波动有一个特征，就是年波动幅度一般都会在7%以内。大家看07年、08年，一年是升值了6.5%，一年是升值了6.4%。然后另外2个高峰是15年、16年，一年贬值了6.1%，一
一年贬值了 6.8%， 17年是升值了 5.8%， 18年是贬值了 6.2%， 也就是说人民币整体来说还是升贬互现的，这个和经济的一个短周期波动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整体来看，年对年的一个升值或者贬值一般都会在 7% 以内，这个是我们观察整个汇率波动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区间稳定性。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在上面这一部分，我们给大家讲了从宏观基本面的分析，怎么样过渡到资产定价，整个资产定价的3个因素：预期的回报率、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整个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无非是这样3点。那么下面这一部分，我们进一步的谈一下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会运用前期我们所讲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析方法，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析框架，来拆解一下当前的这样一个经济的状态。在讲第一点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的就是经验规律性重于逻辑。在我们脑子中要先形成一个经验规律性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或者是判断。那么很简单，大家看，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速度来说，到底是处在一轮增长的一个偏高区域，还是一个偏低区域？做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找到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驱动因素。第一点是出口，第二点房地产，第三点是基建，讲的这3点。那么它们各自的一个位置的话，就决定了整个经济增长目前所处的一个位置。首先看出口，中国的出口增速，如果我们用一个坐标，刚才我们讲短周期的出口取决于库存周期，如果我们用美国库存周期的一个目前的水位来看的话，它比较像处在这样一个高位回落中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意味着当前中国12%到13%左右的一个出口增速的话，可能处在这轮出口周期的一个偏高位置，后面的话可能会有一轮放缓。另外一个指标的话就是房地产，我们先看红色的这道线，这个就是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的一个同比，目前的话大概是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是在20% 左右。这个经验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印象，房地产新开工增速这么高的话，应该是偏高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直觉的话，并不能当做我们判断的一个根据啊，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坐标。这个也是宏观判断的一个基本诀窍了，就是我们要判断一个位置是高是低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相对具有均值回复特征、相对具有规律性的一个坐标，来当做另外一个指标的一个判断坐标。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拎出来一个指标，就是70个大中城市的一个房价同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房价的一个周期的话，其实大体是比较稳定的，而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处在这一轮周期的一个顶部位置。这个从相关性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验证，就是目前新开工面积这个位置的话，也会朝下走，也会均值回复。所以这是我们做经验判断很重要的，也很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就是要找到具有相对性的一个指标的话，去做另外一个指标的一个参照。就是假如有一个指标我们看不出它的一个周期性，那么总有另外一个跟它相关的一个指标的话是具有周期性的，我们需要把那个指标给拎出来，当做这个指标的一个参照系。这也是我们宏观会像做实验一样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指标的这样一个过程，你需要反复去寻找整个数据中间的一些基本规律，然后最终靠近你的一个结论。所以这就是我们判断当前经济增长的第一步，经验规律性提示位置。无论我们看出口还是看房地产，
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一轮的一个经济增长处在这轮周期的一个偏高位，未来大概率的话是在从高位往下走。那么第二步的话是逻辑推演，理解整个过程。我们大家想一下，对中国2016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增长来说，出口和房地产是这轮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两个驱动。其中出口比较好，是因为全球的出口在一轮扩张周期；房地产比较好，是因为中国前期推动了一轮去库存，然后后面推动了一轮棚改货币化。尤其对3线到5线城市来说，棚改是这一轮整个房地产高销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那么后续的话，这两个因素还是稍微有所改变的。比如对出口这个因素来说，我们知道在今年4月份之后，贸易战逐步的落地，然后美国对中国加税的一个影响在逐渐的升温，特别是到9月24号2000亿的关税落地之后的话，应该会对出口订单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因素的话，就是美国经济本身，欧美经济本身也在趋于赶顶放缓。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这一轮的出口高景气，后面的话会面临几个因素的一个阻碍。一个的话是关税的影响，另外一个的话是美国经济的欧美经济的一个触顶。那么房地产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一方面经过这轮地产的一个脉冲，整个需求端的因素可能会得到一轮释放。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多个信号感受到政策对于3、4线棚改货币化比例过高所带来的一个价格泡沫化有一定的警惕，所以这个因素也出现了一定的微妙变化。所以从逻辑上理解，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个过程，最前一端的话是全球贸易的一个修复，棚改的一个加码，当我们看到了今年的出口产业链的一个高景气，地产产业链的一个高景气，到今年前3季度经济韧性超预期，到后面出口触顶，地产新开工触顶，再到后面经济放缓，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再去对这个逻辑过程做一个推演，在这里我们拎出来一个指标，就是房地产。大家看这里面的2道线，红色的线的话是房地产销售，黄颜色的线的话就是房地产新开工。从历史上看，新开工一般是处在销售下面，只有在今年这一轮，新开工走得非常强，新开工走到了销售上面。这个的话应该是和这一轮地产商对于未来预期的一个高度不确定性有关，大家愿意把前期的一个拿地，愿意把尚未进行的开工的话提前做一个变现，所以在开工和销售之间形成一个剪刀差。这种情况大家想一下，如果是销售一旦是放缓，销售回款就会放缓，开工的话就没有足够的一个钱去支撑，这时候的话新开工就会被拉下来。所以一旦我们观测到销售即将放缓的这个过程，房地产新开工的一个下滑的话基本上不可避免。在今年的3季度开始，房地产有一个领域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价格的松动。大家去观测，特别是1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的松动可能始于这个3季度。我们知道，对于房地产销售这个过程来说，价格预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驱动。什么时候大家预期房价比较坚挺，销售的话或多或少的不会太低。大家预期房价要下来了，这时候更多的人会进入观望，销售的量可能就会下来。所以今年3季度价格的一个松动是导致今年9月份和10月份房地产销售从前期的 4% 以上一下子下滑到连续2个月的负 3% 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目前这个领域正在发生边际变化，由于价格的一个松动，导致销售的一个放缓，销售在下一期
会把新开工给拉下来。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环节的一个逻辑推演。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大家，我是郭磊。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大师课，我是郭磊。有了经验假设和逻辑推演之后，下一步重要的还是数据的验证。在本部分，我们将继续谈一下基于对经济状况的分析，我们将如何理解资产定价。第三步的话是对我们刚才这个逻辑推演的过程进行验证，无论是出口还是房地产都需要这样一个验证过程。关于出口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举2个数据。一个数据的话是广东的 PMI， 大家看这个虚线的话就是广东的 PMI， 实线的话是全国。在今年4月份之前，广东的 PMI 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也就是说广东经济的景气度比全国要高。在4月份之后，广东数据开始走到全国的后面，7月份之后的话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行。为什么？就是因为从产业链角度，广东更多的是全国的一个上游，很多订单都是广东拿到之后外包给内地。如果是广东的数据下滑比全国要快，这个证明在这个领域内的话，可能确实订单是在放缓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今年10月份在广州召开的秋季的广交会。我们知道每年4月份和10月份会召开2次广交会。我以前刚入行的时候，每年都会去广交会调研，因为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产业链，从大的工程机械，有挖掘机啊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一直到小的服装、袜子什么都有，而且各种出口的产品的话质量都非常好，像出口的瓷砖简直是美轮美奂，一点味道都没有。然后在今年的广交会上的话，整个的出口订单的一个增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总的增速的话其实变化不大，这个10月份有负的 1%， 今年4月份的话还有正的 2%， 但是其中对美订单的话大概是下滑了30%，负的 30.3%。 这个意味着在这个9月24号2000亿的一个关税落地之后，这一块的一个订单数据开始有一个影响。我们知道贸易订单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短单3个月以内，中单3个月到6个月，长单6个月以上。这块的话从订单到落地需要有一个过程。3季度我们看到出口还比较坚挺，因为它都是前期的订单，而3季度改变的就是订单，3季度订单会落到4季度和明年上半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相当于对前期的这样一个出口高位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一个验证。目前数据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在走。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房地产，只要我们能够观测到价格在放缓的一个迹象，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逻辑基本上就是可以成立的，我们那个假设基本上可以成立的，就是价格放缓它会带来更多的人进入观望，进入销售量的一个放缓，销售量通过销售回款影响了新开工。而我们看到数据显示，二手房的一个价格指数在这个3季度松动开始明显，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对于前面这个假设过程的一个数据验证。中国经济很简单，前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析了，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就是出口、房地产、基建。那么在目前的一个变化就是出口的订单开始下行，房地产的价格开始下行。我们估计在这个4季度它会导致出口量的一个初步的放缓，地产销售面积和新开工的一个初步的放缓。到明年上半年，整个放缓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明年上半年大家想一下，第一基数非常高，第二整个下行的过程在进一步的通过预期在形成传递和强化，第三前期的订单效应会进一步的落到实际的一个数据上面。所以我们估计明年上半年出口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到一个低个位数，然后房地产新开工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到一个低个位数。
这两个因素会导致经济出现两轮放缓，或者我们叫两轮回落。第一轮的话，在今年的4季度；第二轮的话，在19年上半年。这就是我们有前期的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由假设到验证，由验证到结论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整个一个结论就是经济大概率会出现两轮的回落。那么再进一步的推演，政策在经济回落过程中至少有2个领域的话会压力加大，一个是就业。大家知道目前中国的话，其实正常的行业不是太容易带来就业问题，比如服务业，它目前比较像处在一个产出缺口的一个状态。就比如是我们这2年本地生活 O2O 发展起来之后，快递的人就不够用了，因为原来很多送快递的后来都送餐去了。曾经这个行业发展最快的时候，有个研究员告诉我说，参加高考的人1/4去送快递还不够用。但是除了服务业之外，大家想，另外一个比较密集的劳动密集型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话，就是出口产业链。如果是明年上半年出口产业链的景气度下去，还是可能会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内带来就业问题的。特别是到明年3月份复工季之后，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这个会导致政策一定会需要在这个过程的话有一个稳增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政治局会议提出了6个稳。除了就业之外，另外一个从经济压力向政策压力的一个传递的话，是通过财政。我们知道财政的一个收支的话，对政策来说是绕不开的一个过程，特别是财政支出，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具有刚性的。财政是一个顺周期的一个特点，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会看到，在经济好的时候，财政一般也会比较好；在经济差的时候，财政的压力也会加大。所以如果是现在到明年上半年经济会有一个放缓，财政是有可能第2个会导致压力传递的这样一个领域。在就业和财政这2个角度的一个压力之下，我们会看到政策进一步的由破转立，转变为稳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再谈一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下，对于资产定价逻辑的一个理解。大家也看到了，在这一轮经济放缓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逐渐开始变得积极的逆周期，然后从5、6月份之后，我们无论是整个财政支出，还是基建，还是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多的都开始顾及到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政策由前期典型的一个去杠杆变为一个稳增长去驱动，政策由破向立做这样一个转变。在政策由破向立这个转变确立之后的话，对我们做资产定价的一个判断来说，它其实意味着前期市场的一个典型的下跌期的话可能就趋于结束。因为大家想一下，市场是有效的，现有的价格 price in 所有的它能够观察到的一些因素，唯一不确定的是政策的一个方向。而在政策的方向这样的因素在边际上也逆转之后的话，对市场来说的话，所有的因素都 price in 到现有的价格里面了。这时候的话，整个市场的话应该是确认了这样一个风险偏好所决定的这样一个底部位置。那么随着政策修正的一个出现，应该会出现一轮基于风险偏好修正的这样一个价格修正机会。实际上在这一轮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的话出现了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有人会说，为什么市场会出现一个特点啊？就是在基于政策转向政策这个积极稳增长所做的这样一个风险偏好修正里面的话，为什么一些高风险资产的话在这个阶段表现的反而是最好的？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大家想一下，
如果是经济在快速的去杠杆，那么哪一类资产的风险最高？应该本身就是高杠杆、高风险、低信用的这一部分资产。那么现在政策由快速的去杠杆变为稳杠杆，然后变为稳增长，那么相当于这一部分高风险资产它所面临的一个资产风险有一个快速的下降。因为对优质资产来说的话，它本质有它的一个内生增长，而只有这一部分高风险资产，它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它面临的变化是最大的。所以整个风险偏好底的一个出现，首先出现这一部分资产的一个定价重估的话，其实从资产定价的意义上来说的话是比较理性的。当然这个过程绝对不能做得太过度，就是如果市场反应过度，那么又会是一定意义上的一个泡沫化，经济还在继续的放缓。按照我们2轮放缓的一个基本框架的话，今年4季度是预期所带动的出口和地产产业链的一个初步放缓，明年上半年会是预期真正的兑现。到3月份复工季之后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经济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回落。在这种状况之下，企业的营收和盈利的话应该是逐步的放缓的，逐步的回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个基本面底的话，其实目前并没有出现。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态势，我们打一个比方，假如是明年2季度末3季度初经济边际见底，那么企业营收和盈利的一个预期底的话，可能差不多也要到明年2季度，如果是领先半个身位。所以后期的话总归还是存在一个经济放缓周期中基本面寻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话是我们从风险偏好修正向基本面修正的一个过渡。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判断经济将会有2轮回落，我们就会大概知道对整个资产定价来说，它的基本面底的话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在两者之间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定价因素的一个扰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双边协商，然后在今年这个11月底12月初的话也是会是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定价因素。如果是有好的结果出现，那么风险资产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上修正的一个驱动力。如果是不及预期，那么可能是会一个下修的一个影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定价逻辑的话，其实都是属于我们主逻辑框架之外的一个定价逻辑。以上的话是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对基本面、对经济基本面如何去判断，以及对资产定价如何去判断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句话再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脑子中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经验框架，然后再基于数据对这个经验框架的话做验证，然后基于验证的这样一个框架推演出基本的一个结论，然后基于这个结论再映射到资产价格上，要么股票要么债券，就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基本过程。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今天的话我们其实主要是分享了我们宏观研究的一些方法，当然更多的话可能是一些心法的一些范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个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研究这样一个基本过程，它的一些规律的话都是有一些独特性的。谢谢大家，我是郭磊。